Hello，兄弟们，我是有朋，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里面，我会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全面的 Shopify 独立站跨境电商教程。这个教程非常适合刚刚接触跨境电商的朋友。我会从店铺的设计、设置、Facebook 以及 TikTok 的广告投放，再到自然引流等多个方面，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本期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知识点，会用到很多网站。我单独建了一个网站，叫做 AI 有风。当你们进入这个网站以后，点击左边这里有个跨境电商，点了跨境电商以后，我本期用到的所有的链接，我都会放在里面。你点击右上角这里有更多，可以查看全部。其用到的所有的工具，我都会放在里面。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进到我的网站里面来，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关于 Shopify 的教程。今天我分享的这些是我最新的一些经验。做 Shopify 独立站的话，可以帮你实现被动的一个收入，也是网上赚钱最好的方式之一。你不需要会编程，你只要有学习的热情，跟着有风一步一步实操，你就可以学会。最重要的，这个创业的过程、风险还有启动的门槛的话，非常的低。你刚开始你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金在里面。怎么样打造一个带有品牌特色的 Shopify 跨境电商店铺，让你的品牌脱颖而出？我还会推荐一些对新手特别友好的 Shopify APP。有了这些 APP 以后，可以大大的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帮你解决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同时，我还会教你怎么样处理订单，怎么样发货，客户服务怎么做等等，都是一些实际的操作。当然了，营销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会分享一些免费的引流推广方法。还有在 Facebook 或者在 TikTok 上面投放广告的一些技巧，还有 Google 的广告的话，也是获取流量的比较好的方式，我都会教大家怎么样做。另外的话，我还会教大家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怎么样在你 Facebook 广告里面安装广告像素，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电子邮件营销、短信营销。在视频的最后的话，我们还会聊一些关于批发零售的话题。这个视频虽然有点长，但是如果你花时间去看，我敢肯定你看完以后，你会对如何创建 Shopify 店铺的话，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可能会问，我需要多少资金、多少时间来创业？其实的话，在 Shopify 上面开店非常简单，可能你只需要点几下，几分钟店铺就开好了。但是你后期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对接供应商、客服工作，还有一些推广营销，都花费非常多的时间。Shopify 的价格的话也不贵，刚开始的话，你可以选择$19一个月，差不多就是100多块钱一个月。另外的话，你还要购买一个域名，也就是像有风这样一个网站，就是 AI 有风.com， 你也需要购买这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域名，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后面的话，我也会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域名的注册。如果说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能通过一些免费流量获得一些销售的话，很快的话你就可以开始赚钱。当然的话，付费推广的话也是必不可少的。刚开始你的预算的话有$1000，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投广告，可以在 TikTok 上面投放广告，可以在 Google 上面投放广告，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应该做 Shopify 独立站，还是去平台开店，比如说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可能更侧重于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优化，就是说你在亚马逊上面开店的话，你需要通过获得高的排名的话来吸引顾客，只有你的产品排在前面，那你才有机会。它和我们的独立站的话，你可以完全独立自主每一个环节。在亚马逊销售的话，还有几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建议初学者可以从 Shopify 独立站开始，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能掌控的一个品牌网店。这的话，让我们来进入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找产品。这也是很多新手遇到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找产品的方法非常多。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免费找产品的方法，当然后面的话也会给大家一些付费的平台，也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就是 Facebook。 当你在 Facebook 里面这样向下滑动，那你很有可能的话会刷到非常多你感兴趣的一些产品的广告，都是一些最近可能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如果你这样手动的找的话，可能效率有点慢。我这里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工具，叫做 Turbo Ad Finder 2.0。我们在 Google 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以后，第一个就是它。它是一个 Google 浏览器的一个插件，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把它安装到你的 Google 浏览器里面。安装好以后的话，你点击右角这个地方，然后它会出现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紫色的带有眼镜有帽子的
你可以把它钉到你最上面啊，方法词调用。接下来我们打开 Facebook， 然后我们一下，然后这里广告自动浏览，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来帮我们寻找广告。可以看到下面的话，这里正在一个跳转。当然的话，如果你想让它滚动，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它会自动进行一个滚动，帮你发现。比如说晚上你准备睡觉了，你就可以把这个开起来，让它自动滚动，让它去帮你发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里的话，它会一直帮我们找。当找到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查看你的广告。因为我现在这里还没找到，所以它显示没。比如这个产品叫类似于像贝贝家这样的一个产品，现在的话很多人都在刷手机，可能的话弯腰驼背的人非常多这个的话可能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产品。那你稍微拉一下，你看你整个背的话就差不多挺起来了。这个产品的话最近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火随着大家刷手机刷的越来越多，可能弯腰驼背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当你找到了一个产品以后，然后你可以来到 Google。我建议大家的话，用 Google USA， 用 Google 的一个美国版、英文版的话来进行一个搜索。你用 HK 的话，可能有时候搜索的结果出来有可能点击第一个。然后我们同样搜索这个关键词，就一个贝贝家就矫正器第一个链接、第二个链接、第三个链接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它都是一个广告的一个链接。到他们可以发现很多潜在的竞争对手，我们可以在他的网站里面找到一些灵感最顶部这里还有一个 shopping， 就是购物这里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的话，这里显示这个按钮的就是一个广告，市场应该非常大，这个产品可能竞争有点大我并不是教大家来销售这样一个矫正器，我只是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里面有个工具，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发现成功产品和广告策略的工具，叫做 Melio。这个网站的话非常非常的好用，它可以帮你寻找到一些潜在做无货源电商的一些产品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先注册一个账号，左上角这顶部的话提供了功能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在 Facebook 上面，在 Pinterest 里面或者在 TikTok 上面最近投放的一些广告的一些产品你可以在这里的话搜索相关的关键词，比如说你可以发现你的竞争对手他们最近正在做的一些广告比如说这个视频一个美女一拉，你看背的话就挺起来。在里面的话可以发现很多，当你在后面需要做广告的时候，你可以来这个平台的话好好来学习模仿。这只是 Facebook， 当然 Pinterest 的话它也可以帮你找到，还有 TikTok 这些平台的话它都可以帮你找到广告。左边的话你可以这个语言来支持其他多国的一些语言，选一下。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潜力的一些店铺，但是这个的话需要付费你付费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来付费一样的，你这里搜相关的关键词，然后它就可以帮你找到卖你这个产品的一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店铺。还有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产品你就可以看到最近可能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比较有潜力的一些产品。还有第三个的话就是达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来看哪些达人他正在推广哪些产品最近还比较火。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在后期你要找达人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到这个平台来看一下你的竞争对手找了哪些达人你也可以去联系相应的达人来帮你做。如果说一旦你找到你要销售的一个产品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我们的供应商，一个就是速卖通，第二个就是阿里巴巴。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兴的一些平台，比如说人作普等一下的话我都会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肯定在想速卖通和阿里巴巴的话，他们两个网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阿里巴巴上面的价格的话，它会比速卖通上面的价格大概率的话会便宜一些，但是它的一个起订量要求就非常高。你在速卖通上面你一件也可以，但是在阿里巴巴上可能很多就不行，你可能有些产品你需要至少100件、200件起订。如果说你是创业新手，资金有限，那么像速卖通这样的平台，或者说像比较新兴的一些平台人作的话，可能比较适合你他们可以帮你提供一件代发速卖通的话是很多做这种无货源跨境电商的一个首选，因为你可以找到很多愿意帮你做一件代发的一些供应商。如果你在阿里巴巴的话，你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厂家进行一个沟通
说服他帮你做一件代发，并且的话，你前期可能需要购买非常多的一个数量才可以。可能会问，如果我的产品只在阿里巴巴上面有，速卖通上面没有怎么办？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说明的话，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目前还没有饱和。一旦你找的这个产品在速卖通上面也有了，很多做这种无货源跨境电商的人的话，都会一键把产品铺到他们的自己网站上面去，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市场。假如说这个产品的话，只有在阿里巴巴上面有的话，你可以先少量的一个进货，然后你可以利用第三方的物流的话进行一个仓储。这部分的内容的话，我们在后面的话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同样，如果你的产品可以在速卖通上面找到，而且竞争不是特别激烈的话，那么恭喜你，无货源电商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假如说我们在速卖通上面随便搜索一个矫正器，那我们随便点开一个产品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看它的一个评论，这个地方评分到评论的这个部分。如果说你在这个部分你看不到这个评论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打开速卖通的时候，把你的 IP 换成一个美国的 IP， 同时的话把全局模式也打开。那么看第一个，看它的一个晒图的多不多。如果晒图的比较多，而且看起来就非常真实，你也不要看到一些销量高的、评分高的就急忙着下单，可以多找一些商家来多对比一下他们的价格，对比一下他们的评论。就像这个产品，它的评分的话有 4.6 分，已经销售了3000单。看好了产品以后，也不要急着下单。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速卖通上面下单，下单的时候填上在你店铺下单的顾客地址，但是那样的话，可能你的产品上面会有中文的一个包装。在你下单之前，我们联系供应商非常的重要，可以告诉一下你的品牌信息，问问他们的一些发货时间、退款退货的一些政策等如果你确实选中比较头疼，那你可以试一试 Drop 这样的一个工具，它这里面的话也有很多靠谱的一个商家。第一次进来的话，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进来也没有问题。左边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寻找产品，那里面的话它也有非常多的一个产品，你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利用这个平台的话，它可以帮你一键的代发、追踪订单。回到速卖通，当你在与供应商沟通的时候，可以问他一下，比如说你每天能处理多少订单，有没有快速的运输路线。要知道有些供应商它的一个运送的时间非常久一点的，可能有些又要运送15天、30天。快递费的话，你也需要问清楚，这样的话你才能估算出你的毛利率，知道广告的预算有多少。本期视频的话，所有的文字脚本的信息里面提到的所有的文字信息，那我都会放在我这个网站里面，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如果你跟不上的话，你也可以一个文字版。我这里有个模板可以直接拿去用，就是你在与供应商沟通的时候，你不知道问哪些问题，这个模板是一个中文，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翻译成一个英文，但是在速卖通上面的话，大概率的话，我相信的话，他们应该也是中文的客服，所以说你发中文过去也没有问题。那首先你就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我叫什么，你在什么公司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职位。最近的话，我们公司正在考虑增加一些产品线特别是对什么领域感兴趣，比如说电子产品美容我觉得你的这款产品还不错，跟他了解一下他这个产品的一个具体情况，问他你们的仓库每天大概可以处理多少订单，在运输方面的话，你们除了常规的路线有没有提供长途物流燕文预留还有顺丰这些大概的选择如果提供运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或者英国的一个费率的话，大概是多少钱？物流的话，它是专业做这种跨境电商、国际线小包，它的覆盖范围的话还是非常的广，比如说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主要的一个市场，而且的话是主要聚焦一个电商件，它有超过100家的一个自营国际专线，平均3到7天可以覆盖22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还有60多个境外的一个物流合作提供商，所以说这个云图物流还是非常的好。还有燕文物流，它在运输一些时效方面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优势特别是适合一些小件的一些商品。还有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顺丰，速度的话可能还比较快。要问他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订单上去了以后他们能不能帮你提供美国的一个仓储服务，还有就是关于产品的一个包装有没有可以定制或者说帮你做一个品牌包装。还有的话你可以叫他先给你寄一个样品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就比较方便，直接叫他发个快递给你
你可能几天以后你就大概可以看到样品。那如果你不在中国，如果你说你不在中国，也可以叫中国的卖家的话给你发一个用 DHL 给你发一个样品过来。你可以先检查一下这个质量。还有的话，你可以问他，就是如果说这个订单或者产品有问题怎么样处理？还有就是在沟通方面，还有没有比如说第三方的一些渠道，比如说 WhatsApp， 或者现在很多老外的话，你如果要和中国卖家的沟通的话，那你首先你肯定还是需要一个微信。还有一些沟通，比如说 Slack 的话，就像我们中国的钉钉这个工具的话，还是可以用一下，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就跟钉钉一样，复制下来以后，然后你就可以来联系一下卖家了。聊天窗口的话，你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这段模板信息的话直接发送给他。我知道有些人的话可能更习惯用阿里巴巴，方法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来到阿里巴巴以后，这里的话可以搜索你要找的一些产品。虽然说阿里巴巴上面的话，它的一个订单量不会太大，它不会像速卖通上面动不动就是几百、上千、几千的一个销量。但是因为阿里巴巴上面它是一个批发，可能有时候人家一个订单，它的一个销量都是几千、上万件。阿里巴巴的话，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交易保障，也就是左边这里这两个你可以打勾如果你是新手，你刚开始不确定你甄别不了一个好的一个供应商，可以把左边这两个交易保障的话都把它勾上。有 PRO 的这个勾上的话，你可以过滤到普通的一个供应商，它就会显示一些更高级别验证过的一些供应商。这些供应商的话，通常的话，它有更好的一个信用，还有更好的一个服务。出现了问题，阿里巴巴的话都会为你提供一个保障。比如说你订购了1000个，但是你收到以后它的颜色不对，就可以提交一个申请退款。另外的话，就是你在下单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描述好你的一个需求，因为在阿里巴巴上一般都是比较大规模的订单。阿里巴巴也提供了一个 QC 的一个服务，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来到供应商的工厂里面进行一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检验。如果你在中国，你也可以自己去在下单订单之前的话，还有一项我们要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产品，我们进入它的一个首页点开它的名字，然后点开这个倒三角，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制造商还是一个贸易商。那如果是代理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换一家，因为代理商的话，它会从中间抽成，那你可能就没办法获得直接从工厂的优势。尽量的话选择这种经过阿里巴巴验证的这种大厂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公司档案、公司简介，比如说这里有个公司的一个简介等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图片。那一般大厂的话，这里面很明显你都能感觉出来他们的。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联系右下角这里联系商家，那可以和他进行一个聊天对话。方法的话和刚才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同样的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复制一下它，然后发送给他。当你找到了比较好的供应商，找到了心仪的一个产品，最好的话你还把样品的话拿回来自己检查看一看。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开点设置我们的 Shopify 独立站了。那你可能会问 Shopify 是不是唯一做独立站的一个方式？市面上还有很多平台，比如说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个电匠，还有 WooCommerce， 还有 BigCommerce 平台很多。BigCommerce 的话，它更适合中大型企业如果说你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合你WooCommerce 的话，需要更多的一个技术的支持，因为它是基于 WordPress 搭建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刚开始的话，如果说你稍微懂一点技术，那还是可以用 WooCommerce 进行一个搭建，它的成本的话会更低，但是需要的一个技术要求会更高一些。大家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最主流的话还是我们的 Shopify， 因为 Shopify 它不管是在应用还有功能上面的话都非常的强大，都非常的丰富。消费者的话，他可能接触到更多的还是 Shopify。另外的话，连接到第三方物流还有一些应用的时候的话， Shopify 的话也会更方便很多。打开 Shopify 以后的话，它右上角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开始一个免费的试用。那它提供了一个3天的免费试用，3天过了以后的话，你可以再花$1再试用1个月，价格都不贵，几块钱。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我们的 Shopify 店铺。这里的话，它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你不用管它，直接点击这里，跳过所有，选择你所在的一个位置。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填。这里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
用你的 Facebook 账号，用你的苹果账号，或者说直接用你的邮箱进行一个登录就可以。我这里用我的 Gmail 邮箱进行一下登录。好，这里的话，系统的话就会自动的帮我们创建店铺啊，非常的方便快速。其实开店的话都很简单，这个几分钟搞定。难的还是在后面的一个营销推广啊、运营上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店铺的话就已经注册好了。第一次进来的话，它的界面的话会显示一个英文，右下角的话它提供了3天试用，我今天是25号、28号到期。如果说你看到整个界面是英文你看不懂，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头像，然后点击这里有个管理账号，我们可以把整个界面的话设成中文的界面。我们往下面拉，这里语言这里我们改成一个简体中文，点击右上角保存，保存以后回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刷新一下。现在的话，整个界面的话就变成一个中文的了。在开始我们的店铺之前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店铺的名字，或者说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这个品牌名的话，店铺名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借助 AI 的力量来帮我们想一下。来到一个 ChatGPT， 相信的话大家都应该用过吧。我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我说你现在扮演一名品牌策划专家，我准备做一个 Shopify 店铺，准备销售的一个产品。你准备销售什么产品？你帮他，然后你写在后面我的产品比如说是一个矫正器、矫正带请给我一些品牌的名字我希望简单易记。在回答我之前的话，我叫 GPT 先向我提问。为什么要叫 GPT 先向我提问呢？我这段提示也还是非常有技巧的。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下我们 GPT 的身份，就是这样一个身份。我叫他不要直接给我答案，叫他先给我提问。先给我提问的好处就是可以让 AI 的话更了解你，更了解你以后的话，它就会生成出与你的产品的话更符合的一些名字。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下它的问题，比如说1、2、3、4，我们来回答一下它。第一，比如说你的品牌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市场和受众，我说有，成年人。第一的话，比如说我有弯腰驼背的一个成年人，而且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按一下回车键，它就会跳转一行，它就不会直接发送出去。我们来回答它的第二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品牌传达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我希望专业、舒适再来个健康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回答它的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有任何特别喜欢的品牌名字还有风格用来进行一个参考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名字的话发送给他。我说有，比如说贝贝佳。我们再回答他第四个问题，你的产品是否有任何独特的卖点或者说特点？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写无；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先写进来。我们再回答他第5个问题，那你的是否有任何文化或者语言的偏好？因为如果我们做跨境电商，我们希望做的一个欧美国家，我们欧美的一个国家，我们需要选择英文。回答完他的问题以后，我们把这个答案发送给他。接下来的话 ，GPT 就会根据我们的一些答案，帮我们生成出一些品牌的一些名字。那你可以在上面的话随便来选择一个作为你的一个品牌名。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品牌名拿到谷歌里面去搜索一下，看一看这个品牌名你看有没有被占用。你看这里的话已经被占用了，被占用的话你肯定就不能用，那你只有换一个。我们再换一个，那这个名字的话貌似的话好像没有被用，我们搜索出来没有相关的一个品牌，或者是下面这些你都可以来选择一个。那选择好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还需要一个域名，就像有风这个网站叫做 AI 有风.com。那你的品牌的话，因为我们做独立站，你也需要有一个域名通过域名人家才能可以找到。就像有风这个油管频道的一个域名就是youtube.com， 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设的一个域名。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网址，别人的话才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网址的话找到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用 Shopify 的一个工具比如说它可以通过 AI 也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些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刚才选择第3个吧，第6个，把我的品牌名字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点击这里有个你可以在下面的话选择一下你这个行业，点击 Let's Go。这里他说他可能要花费几秒钟帮我们生成，上面这个的话会显示我们的一个进度。那有了我们的品牌名以后，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我们的品牌的 logo。品牌 logo 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我们可以用 AI 图片生成工具来帮我们生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logo。
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子的，因为生成 logo 之前我们需要一段提示词。如果说你是新手不会写，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这个提示词。等一下 GPT 生成好提示词以后，我们再放到 AI 图片生成工具里面，直接帮我们生成就可以了。我告诉他我喜欢第6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那请我准备用 Leonardo AI 图片生成工具生成我的 logo， 我现在需要提示词用于生成照片，请帮我生成5个不同风格的一个提示词。那 GPT 的话，这里已经帮我们写好了一个提示词：简洁风格、自然健康风格、科技感风格、人文情怀观风格、专业医疗的风格。现在的话 GPT 也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个图片，但是的话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我叫 GPT 帮我生成对应那个照片这里的话 GPT 直接可以帮我们生成照片。GPT 生成照片的功能的话，它是需要你是 GPT Plus 会员才可以。如果说你不是 GPT 的一个 Plus 会员，那你用的是免费版，它生成不了图片。后面的话，我还会用到 GPT 这个图片分析功能。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4的会员的话，你可以去升级一下。因为升级 GPT 4的会员的话，需要你拥有一张国外的一个银行卡才行。如果说你国内的卡是升级不了的，那我有风之前做了一个详细的教程，就是教大家怎么样申请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用那张卡的话来升级我们的 GPT， 不管是 GPT 还是说Midjourney 国外的一些主流的平台，我们都可以用国外的那张卡来进行一个付款。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升级的教程。这个就是 GPT-2帮我们生成的一个 logo，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是第1个风格的一个 logo， 后面我叫他把第2、3、4、5的话都帮我们生成出来，他继续可以帮我们生成。我还会用到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比如说叫做 Leonardo。Leonardo 的话，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那我们也只需要把这段提示词复制一下，我点击右边这个复制，然后来到 Leonardo AI。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注册一个下账号，那你可以来到这个界面，也可以点击中间这个图片生成，我们点击一下它，在上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提示词。左边的话，你可以选择这里的话，选择你要生成几张照片，你可以选一下。下面的话，这里可以比例的话，我们选择1:1，因为我们 logo 的话可能是一个正方形。选好以后的话，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照片的一个风格，因为照片的风格其实很多的，也可以在里面随便去试一下，直到找到你的一个满意的位置。那我随便选一个，我选一个比较时尚。同时的话，我可以再试一下比较有创意的一些风格等等。你们可以多来尝试一下电影的一个风格。那每一段提示词的话，你都可以复制过来，用在这里面的一个生成。那 Leonardo AI 的话，如果你是免费版本的话，你每天这里有150分，每生成一次的话，你看这里会消耗一点分数。当你的分数消耗完以后的话，明天你来又有150分，你又可以继续一个生成。如果说你付费成为他的会员的话，那你的分数就会更高，你会生成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照片风格。比如说我左边这里打开了一个 Photo Real， 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你就开不了这个功能，那你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可能没有这么真实。同样我粘贴到这里面来，点击一个生成。下面的话就是他帮我们生成的好的一些 logo。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GPT。帮我生成的一些 logo， 你可以在中间的话来选一个。其实的话，我觉得这一张图片的话感觉还不错。我点击一下它，我可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把这张照片的话下载下来。如果说你是会员的话，我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这个背景的话去掉。因为的话，我们只需要我们直接把背景去掉，只要前面这个 logo 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没有会员的话，你想去背景的话也很简单。那我们打开这个网站叫做 remove.bg， 那本期用到的所有的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所以说兄弟们，你们在看视频的时候，你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找掉这个链接，把我们的图片的话直接传进来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这张传进来，它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背景的话给去掉。Leonardo AI 背景去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我们可以不要背景，选一下它就把背景给我们去掉。我们同样点击这个下载下来。这个免费版本同样的功能也是一样的，把我们背景去掉，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这样的话，我们的 logo 的话就已经制作好了。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用到比如说像 Kado 这样的平台，你也可以直接在线设计你的 logo，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免费进去试用，你可以自己在里面进行一个设计，它里面有很多素材，你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自由的组合，设计出你满意的 logo。那如果说你自己懒得动手，那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来到 Fiverr。Fiverr 的话，它是一个外包的平台，它里面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不管是视频拍摄、视频剪辑、那文案写作啊、音乐编辑、商务咨询、策划、编程啊，这上面的话，你总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人才，他们提供一些兼职服务，可以帮你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如果说你想找老外帮你做这些服务的话，你就可以使用 Fiverr。Fiverr 的话也是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网站。一般我搞定不了的问题的话，我都会来到 Fiverr 上面。比如说，你如果说想在 Fiverr，你可以在 Fiverr 上面找人帮你设计一下你的店铺，帮你上架你的产品，帮你写标题，帮你优化你的标题，或者说帮你注册一家美国的公司，帮你解决一下美国的身份，上面的话都可以找到这些人才。你只需要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这里搜索一个 logo 设计，我在这里搜索了一下 logo 设计，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销量的话已经超过了1K， 光评论的话就超过了1000家，光评论数的话超过了700啊，说明的话他们设计的 logo 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在上面它设计一个 logo， 你这里看一下$100啊，你可以看一下它设计的一些 logo 怎么样啊。如果你满意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他，那叫他帮你设计 logo 就可以了。Fiverr 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如果你不想动手的话，可以找老外帮你做。现在我们的 logo 已经想好了，我们的品牌名也已经想好了我们来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一个模板，我们首页长什么样，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我们可以点开这个眼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首页默认的一个样式，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模板。如果说你想换一个模板的话，也非常简单。那你点击这里有个在线商店，你点一下它。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模板，你再点击一下，你可以拉到下面看，你可以看到它还有很多模板当然的话，它还有一个模板库，我们点击这里访问它的一个模板库。在它官方模板库里面的话，提供了非常多专业而且又好看的一个模板免费版一共的话这里有200多个模板，免费版有13个，付费版194。它的模板的话大概价格是在$200多到$400多之间，官方的模板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点。如果说你觉得官方的模板比较贵，那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免费的模板，当一些免费的模板无法实现你的一些要求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第三方平台，比如说这个主题森林这里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下 Shopify。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里有个 best seller， 就是卖的最好的一些模板，它里面的话也有很多 Shopify 的一些模板，这里面的模板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便宜很多，只要89、79，有个官方的你看都要200多、300多、400多这些模板的话就便宜很多。你可以来自己找一个安装到你的一个模板，安装到你的店铺里面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当然的话这里还有一个网站叫做Debutify， 在第三方模板里面算是做的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 Debutify 的一个主题，我们点开看一下，它里面的话也有非常非常多好看专业一些主题，而且的话主要是它的价格的话会比 Shopify 的话官网的话也会便宜很多。所以说如果你需要寻找一些好看而且也便宜的主题，可以来到这些网站，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刚开始你不一定要付费，只是说先让大家了解有这方面一些知识，当然后面的话你有需要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来打开。那我会把这些链接的话全部放在我这个 AI 有风这个网址导航站里面所有我用到的链接我都会放在里面，跨境电商相关的工具我都会放在里面兄弟们只要保存好我这个网址以后随时都可以来找到，因为我已经帮你们全部整理好了做电商的话还是需要很多工具来帮助我们来运营。今天的话我们就用官方的默认模板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怎么来装修你的一个店铺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有个自定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左边的话你点到相应的地方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地方，那可以进行一个图片的更改，比如说这个区域我选了它以后，这里可以更改它里面的图片
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就是这个区域它的一个标题，我们这里可以写描述，我们可以写里面的产品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换。我们这里着重要优化的不是我们 PC 端的一个界面，我们要优化的是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移动端，因为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大多数的流量的话，肯定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个手机端，所以说我们重点要装修优化的是我们的一个手机端。比如说，我想在这个下面的话增加一个区，比如说我在左边这个地方，我找到它的一个区域特色产品系列，它属于，这个地方我想在它下面再增加一个板块也很简单，我们点击这里增加分区，这里的话还有非常多的一个模板，你可以直接加进来。比如说，我想加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你看它会自动加进来Shopify 的话，模板已经帮我们设计的非常的简单漂亮了，不需要我们有过多的复杂的一个操作，都差不多就可以建出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网店。如果说我们再套上一些专业好看的模板，那我们整个网店看起来的话就会更加的一个专业。想加的所有功能的话，在左边的话都可以加你可以这样上下的拖动，还可以移动一下它们的位置，也是没有问题。你可以点击这个倒三角把它收起来，移动它的位置，它会自动进行一个调整。这里还有一个设置按钮，可以进行我们模板的一些 logo 设置、颜色布局动画按钮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 logo 怎么设置。我们点击一下最顶部这个 logo， 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 logo 的话传进来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在模板中编辑里的 logo， 我们点击一下它，设置一下我们的 logo。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 logo 的图片，点击这里上传，可以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因为我们刚才制作好的应该就是这个人logo 制作好，又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完成。我们这 logo 的话就会被加到中间来，但是我们的 logo 你可以看到的话，有一层上面顶部留空太多了，我们可以把它编辑一下再传进来。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工具，它叫 Photopea。Photopea 的话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 PS， 用起来非常简单，也不需要你懂太多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从电脑上把我们刚才图片打开，我们这个图片的话传进来，把上面多余的部分的话，我们把它切掉。左边这里有个裁剪工具，把它往下面拉，对，左右的话把中间这些空的地方的话都把它拉掉，都把它切掉。切掉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勾，好，我们这个就切好了。点击左边这个左上角这个文件，这里有个导出，我们选择导出 PNG。PNG 的话它才是一个透明的图片，我们一定要选这个 PNG。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好，这样的话图片就下载下来了。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更改按钮，可以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话给换掉，从库中选择一下，点击这里有个增加图片，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选择我们这 logo， 点击右下角这里有个完成。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 logo 的话上面往上面靠了一点，有点大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宽度，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改小一点它已经我们改到50这里就变小了这个差不多了。最小的像素的话是50设好也有几点，一定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设计你的手机店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灵感，那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比如说 Shopify Store， 然后再加上你的行业关键词，里面的话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店铺，你可以跟着这些比较优秀的店铺的话来学习一下看一下他们的首页的话是怎么样进行一个装修的。你可以把他们首页里面比较好的一些模板功能的话，可以应用到你自己的一个 Shopify 店铺里面来。如果说你手动这样进行一个复制的话，非常的麻烦有风这里推荐一个工具给它，叫做 GM Pages。这个工具的话，它有个功能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网页的一个克隆，而且呢，里面的话它还自带了非常多的一个板块。我们要做的话，就直接从它的左边的话，把我们想要的板块拖进来就可以了。最近的话，它还推出了一个强大的一个 AI 的功能，也可以直接用 AI 进行一个整个网页的克隆。我们复制一下竞争对手的网页，然后把网址粘贴到这里面，直接点击一个生成。接下来它就会把我们整个竞争对手的一个网址、网站的一个效果的话，直接复制过来。我们复制过来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一些编辑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推荐大家来使用一下这个工具。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想要去复制克隆别人网店的一些朋友的话，可以来使用一下这个 AI 工具。当我们的网页装修好以后的话，接下来因为网页装修的话，它是一个
细心的工作啊，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去装修。那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个方向，那你们要做的就是，其实要做也很简单，选一个好看的模板，里面把我们想要的一些功能加进去。然后的话，如果你想复制，就可以用我刚才提到的工具去克隆一下就可以了。啊，装修好以后，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我们就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按钮退出。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你的在线店铺的话，受密码保护。啊，如果要删除密码的话，需要选择套餐。你现在建好的店铺的话，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别人的话要输入密码才能访问。那我们怎样才能解除一个密码的一个保护呢？需要订购的一下它的一个套餐才可以。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套餐，因为前3天免费试用的话，那的话你也可以先不用订，跟着有风操作也可以。我这里先订一个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每一个的话，你看前面3个试用的话，都是$1一个月，那后面的话，它的价格就是$29一个月，79还有299。它们的唯一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的一个交易手续费不一样。最便宜的$29一个月的，它的交易手续费是2.9%。越贵的话，比如说299一个月的话，它交易手续费就是2.5%。那越租越贵，交易手续费就越低。前期的话，当我们作为新手开店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这里的话，你可以先继续3天试用，先不用付款。我这里因为后面要用到一些功能，可能等一下需要访问我们的店铺才能实现。我这里先随便定一下。那我们可以用 PayPal 或者说用信用卡付款都没有问题。这里的话已经订阅成功。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店铺的一个地址，因为我们刚才这里选择美国，你在这里的话也可以更改一下你的国家和地区。这前面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地址。因为我是演示，那这里的话我就随便填一下。我可以来到这里我可以来到 Google 搜一个美国地址生成器，我来复制一下相关的地址。为什么要设置地址？因为后面我们要操作的时候，它必须要让我们填地址有些功能的话才能进行一个操作。我们把它里面的一些信息的话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们保存一下就可以了，或者说你这里点击稍后添加也可以。如果你是一家公司，你这里把你这个本商店是一家注册公司勾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个人的话，我这里就直接点击一个保存营业地址。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加可以发布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上架产品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手动上架，第二种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比如说像速卖通，像人作铺这样的平台它可以直接把里面的产品直接铺货到我们的店铺来都没有问题。等一下的话我都会来讲解到。首先我们来先手动自己来上架一下我们的产品。你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产品，这里可以点击一下增加产品。那在上架我们的产品之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上架这种矫正器矫正带，就类似于贝贝佳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它这个图片怎么拍？刚开始你可以先用一下供应商的一个照片，你也可以自己拍。你可以买一个像这样迷你的很小巧的这种手机摄影棚，那你也可以自己拍。如果你东西比较小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拍。或者说你可以来到 Fiverr 上面请一些专业的摄影机构、一些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也可以。那你在 Fiverr 上面直接搜索一个产品摄影他们可以帮你拍出一些更好看、更专业的一些照片。增加产品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要写标题，我们要写描述，还有的话就是上传我们的一些图片。前期的话我们可以点击，比如说这个按钮，点击这个下载，我们把我们要下载的产品先勾上，直接点击右下角 download 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下载下来了。描述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不会写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写。你现在是一名资深的 Shopify 运营我准备做一款产品叫做一个矫正带，你把这个发过去，这个的话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产品名字。我怎么做这个产品的介绍页面呢？给我一个框架，我希望这个介绍页面的话与众不同，可以大大提升产品的一个转换率。GPT 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个整个做产品详情页的一个框架。首先的话它给了我们一个标题比如说是这个标题，我们可以复制过来。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美的图片和视频、高清的照片、使用场景视频介绍等等，还有一些卖点
卖点有哪些卖点呢？这里他也帮我们写改善姿势，减轻背部疼痛，还有你有些什么优势可以调节啊之类的，使用方法也可以介绍一下。再来一些客户的一些评价，再给一些优惠折扣信息。最后的话，你也可以来一个常见问题解答，还有一些品牌故事。这就是我们整个详情页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GPT 的话，它可以先帮我们罗列出一个框架出来，我们可以拉到最底部。我们这里最底部的话，这里有个搜索引擎优化页面，点击一下这个，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SEO。那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做搜索引擎优化。这个有什么用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产品在 Google 上面的一个排名。因为我们做独立站，我们可能需要获取一些免费的一些搜索流量。搜索流量从哪里来？就是从 Google 里面来。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产品的话排名排得更靠前一些？除了广告推广以外，就是要做一下这个 SEO 搜索引擎优化。这里它需要我们写上我们的一个标题，写上我们的一个描述，原描述。如果说你自己不会写，那同样我们也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写一下。把这个提示语给他给我2个英文标题，我希望简单一些，用于底部的一个 SEO 优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让我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那这里的话，他给了我们一个标题，你看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标题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直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EO 标题。这下面的一个描述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这就是对我们上面标题的一个阐述这2个的话，需要里面尽量的包含一些关键词，包含与我们产品相关的一些关键词。AI 的话，其实现在可以帮我们做的工作非常非常多。当然的话 ，AI 有时候它如果说这上面这个效果不好，那我们可以来到 Fiverr 上面找一些专业的一个 SEO 专家，做 Shopify 店铺的 SEO 专家他们可以帮我们做 SEO 化，他们可以帮我们做 SEO 优化。我们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 Shopify， 那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一个Shopify SEO 专家，我们可以看到销量85，销量100这个销量1000，它可以帮助你，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下，它可以帮助你把你的产品的话排到 Google 里面的第1名收费的话30、60还有100不同的一个服务的话，可能就是优化的页面的话可能不一样前期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在后期的话，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你可以来到 Fiverr 上面来找一下这样的专家。你看这个光评论数的话，超过了3000个评论，说明的话，这个人可能是在 Fiverr 肯定是在 Shopify SEO 方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技术的。因为做这种 SEO 的话，我们只需要投入1次。当我们的产品的排名排到 Google 里面以后的话，它可以获取一个长期的免费流量比付费流量的话可能要便宜很多，因为我们只需要投入1次性的费用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产品的一个描述，那我们也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那我们的产品描述页面怎么写呢？如果说你的大脑里面没有一个方向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同行，看同行的话他们是怎么做的。有一些同行可能做的比较好，我们直接可以把它的模板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以后的话，交给 GPT， 叫 GPT 的话，根据它这个模板的话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比如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模板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而且写的就是这种排版的形式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如果你单纯叫 GPT 帮你生成，它可能生成出来比较僵硬，但如果说你给它一个方向以后，它生成出来就相对来说好一些。我们来试一下，我给它说，我说再写一个符合 Shopify 产品的一个描述，简单易懂，简短一些以下是大概的一个格式。那我也可以来到你的竞争对手的网站，把它产品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格式的话复制一下，来到我们的 GPT， 还有粘贴过来。那 GPT 的话就会根据我们刚才这个产品的格式，帮我们写一个关于我们自己这个矫正带贝贝佳的产品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同样回到我们的 Shopify， 我们把我们刚才的一个产品介绍的话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写产品描述的方法，就是说，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这个产品不是很了解，那你也不知道怎么描述它，那你可以来到比如说这个页面，把这个图的话截一张图，截一下这个图，
截下图以后，我们可以回到 GPT， 把这个图的话直接粘贴过来。因为我刚才说了 GPT 的话 ，GPT 会员如果你是免费版本实现不了 ，GPT 会员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识图。我用的是 GPT-10，它是 OpenAI 最先进的一个模型，它可以帮我们分析图片上的信息，然后给出我们一些答案。我说，请根据图上的产品再帮我写一个产品的描述。因为刚才这个的话，我们只是给它一个关键词的帮我们写，这次我是直接告诉了它我们这个产品长什么样。它这样写出来的产品描述的话，可能的话更符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要求。有时候你自己描述可能不是很清楚。直接你看，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就可以了。我叫它，你还可以直接叫它翻译成中文西班牙文，任何世界上一个国家的语言它都可以帮你翻译。这里可调节贴合不同身形促进自然姿势对齐，以穿戴大概的话就是这些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些描述的材料、颜色等等。我们直接可以复制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样我们一个简单的产品描述的话就写好了。这里我们可以上传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图片，直接点击这个上传新的文件，把我们刚才保存好的一个图片的话直接传进来就可以了。前期你没有图的话，你可以先传一下供应商的图。我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做的话，后期的话你可以自己拍一下图，这样第一可以预防一个版权，因为这些图片的话，供应商给我们的图片，你也不知道这个图片是不是他的没准他也是从哪个地方盗过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用，我们也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个侵权的一个风险。全部传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右上角这里保存一下。点了保存，他说我们这里有个错误，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哪里有错误，点一下它会直接跳到这个页面。这里是因为我们颜色的话还没写，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产品的颜色给选一下。比如说我们产品颜色是黑色，我可以把它勾下以后，我们再点一下保存，我们来预览一下先。黑色选好以后，右下角这里有个保存一样的。保存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预览，我们可以来大概看一下效果。这就是我们刚才传好的一个产品。左边是图片，右边的话是我们一个产品的介绍大概的话有一个框架了。我们接下来继续一个设置，我们还需要一个价格库存这些。我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装修页面。比如说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点一下它会在一个新的页面打开。因为这个页面的话，我们还先不要关，等一下我们还要用。在线商店以后，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自定义，我们去到我们这个产品装修页面，可以进行一下装修。主要我们还是做我们的手机端，我们点击这个 PC 端，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上架好的一个产品，我们就双击一下它会来到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详情页。在产品详情页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页里面的话，对我们这个页面的话进行一个优化排版。因为在产品页的话，这里排版出来可以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左边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个增加分区，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这个可折叠的内容，这个有什么用？这里可以加上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常见问题 FAQ， 也就是常见问题。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我们比如说点击第一个，我们可以回到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找到我们一个常见问题的一个区域，我们叫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我给 GPT 提示是常见问题解答 FAQ 像这个常见问题解答 FAQ 这个区域帮我详细写一下它会给我们一些常见问题，但是它生成出来是一个中文没有关系，我们叫它帮我们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的是跨境电商，我们需要我们的语言的话肯定是需要英文。有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第一个问题，复制好这个问题以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点一下第一个，把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填进来，再把我们的答案的话也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的内容，这边的话右边我们点击一下，你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个答案你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步骤，把我们下面的所有的问题的话都加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形成为一个常见页面的一个区域你可以点击返回，这里有一个加号，你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图片，那都没有问题，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单独上传一些图片形成一个图文并茂的一个商品详情页面做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右上角这个保存按钮。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产品上架的这个页面，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价格。价格的话，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产品的进货价的话是$7，但$7的产品的价格是$7，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价，这就是你中间赚的一个利润。比如说我卖个29，比如说我卖的话，我就卖个$29，原价的话你可以设成39。因为我们实际在销售过程中，我们肯定也不是卖29，这个价格你可以比你的卖价稍微定高一点。我们在正式开始销售的时候，我们会增加一些营销促销的手段，比如说给一些优惠码呀，还有平时搞活动了。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空间去打折。如果你价格设得太低，你后面就没有一个打折的一个空间了。这个价格的话，是不是需要包含一个税收的一个价格？我建议大家的话，把这个需要收税这个把它勾上，包含一个税收的价格。如果税收的话，你单独去向消费者来收的话，他可能会有点排斥。就像我们的产品，你把运费的话包含在价格里面，比单独去收运费的话，可能消费者接受程度会高一些。如果说你这个还包含了一个税的价格，你还可以再稍微设高一点点。成本价格的话，你也可以写进来。比如说我这个产品的成本价的话是7.08，Shopify 的话，它会直接帮我们计算出我们的一个利润，我们的利润率是多少。这个的话，买家的话他是看不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看到。方便的话 ，Shopify 的话后期做一个数据分析统计，了解产品的成本的话，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大家的话，记得这个的话，你一定要填准确，Shopify 算出来的也才能准确。我个人的话，比较习惯不单单填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个实际的成本，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快递费，我们需要运送这个产品的快递费加进去，比如说$5的一个快递费。但是的话，我们的推广成本的话不算进去，因为每个人的话，你推广的成本不一样，可能的话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快递费还有我们的进价，它是肯定是固定的。比如说我快递费是$5加上一个$7，就是一个$12，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固定的商品的成本，但是不包含推广费，不包含其他运营成本。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卖了10个手机壳，每个手机壳$10，总收入的话就是$100。你从这$100里面减去你的成本，再减去你的推广费用，你就可以大概算出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毛利率了。当然的话，还有一些运营成本会在里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库存，库存这里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货号，你可以把你的产品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作为一个货号方便你的一个记忆。比如说我这个叫做 SBPC， 那我可以把我的货号改成这样的 SBPC，方便的话，方便我们自己区分。这样的话，我们查起来的话也要方便。后期的话，你导出数据的时候也会更简洁一些。后面这个条码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为了管理你的一个库存，还有一个物流用的，你可以用一些免费的一些条码生成器，比如这个网站你在 Google 搜寻的话非常非常多。你可以把你的货号，比如说加到最前面，什么什么的，点击一个生成它会帮你生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条形码。这里有个跟踪数量，我们把它勾上，缺货后继续销售，建议大家不要勾，你卖完了的话就不要再销售了。这里的话有一个重量，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产品的重量的话，你可以把它填进去。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先不用填它。比如说我这里随便填一个。这里的话，你还可以增加一下海关的信息，你的发货国家。如果说你是做一件代发的话，这里先不用管它。这个产品重量的话，有时候可能消费者他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你这个产品有多重，有时候还是可以简单设一下。后面的话，如果你的产品还有多个尺寸，比如说大号、小号、红色、白色、黑色，这里的话你可以增加多个颜色，还有多个尺寸，在这里的话都可以继续添加。比如说添加一个颜色名称，比如说你还有一个海军蓝，你可以点击一个完成，你也可以增加其他选项，等等你都可以自己来加。或者你如果说这上面的话没有，你可以点击自定义选项，你可以自定义，比如说一个尺寸尺寸是大号、中号、小号的话，你都可以来设置一下尺寸，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号、小号都可以来设置一下。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地方，记得一定要用英文来填写，
选好以后的话，在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设好的这个产品勾上。这边的话，你可以填上你的一个产品，你这个产品有多少数量，你就可以把这个库存的话填进来。填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我们可以来预览看一下。我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它会显示一个卖空。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把我们的库存的话数量设置一下。比如说这个库量有货，这有多少货，你可以把这个数字的话填进去。比如说你有50，你就填个50；有100的话，你就填个100。填也好以后，点击保存，再点击这个页面刷新一下。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可以增加到购物车了，就可以进行一个销售了。这个是我们手动上架产品的一个方法，当然比较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如果你是做一件代发无货源跨境电商的话，那我们可以交给第三方的平台，一件的话把货铺进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人作铺它可以一件代发，可以一件把货的话铺到我们的店里面来。我教大家怎么操作。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免费进来试用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人作铺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连接到你的一个Shopify 店铺，我们点击一下连接。我们选择第一个，我已经拥有一个 Shopify 店铺了，选择第一个，点击一个继续。我们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授权，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点击一个人作铺的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也会放在我这个网站里面。这个网站里面包含本期视频用到的基本上所有的一些链接，我都会放到我这个 AI 有风网址导航站里面在这个位置人作铺。点了这个授权以后，它会跳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一个安装。那我们点击这个安装，安装以后我们点击这里继续点击这个安装。安装好以后，它会自动跳回我们的一个人作铺。左边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寻找一个产品。点到这个产品以后呢，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相关的产品，你可以在上面搜索相关的关键词下面的话它就会找到。比如说我这里搜索一个矫正带 baby 夹大概类似这样的它里面有很多产品。假如说你觉得这个产品好，你可以点击这里增加到我的一个产品。这个女士的也可以，你可以点击增加到你可以销售各种各样的一个产品下面的话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里面选择的非常非常多款式你可以多选几个选好以后的话，你在你的左边这里有个你的一个产品，我的产品，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3个点，这里可以点击发布到我的一个店铺里面在发布之前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描述，这里面有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售价这个售价的话它都帮我们填好了。进价的话成本是多少钱，运费是多少钱，你卖多少钱，这里的话都已经帮你设好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改，图片的话你也可以更改都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发布到我的店铺里面最下面勾上，点击一下确认这个产品的话它就开始在发布了。左边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些，你也可以把更多的产品点击这个3个点直接发布到我的店铺里面方法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上架产品的速度或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快，比我们手动去上架效率高出非常多倍。那这里发布成功以后的话，它会给你一个链接，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发布的这个产品在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对我们整个产品页面的话价格其他所有的内容我们都可以进行更改。左边的话有一个产品，左边我们点击这个产品会看到我们刚才发布好的一些产品，我们点击这个眼睛可以来预览一下我们发布好的一些产品。那这就是我们刚才从人作铺的话直接发布过了一个产品。那一旦有人在我们这个店铺里面下单以后，人作铺的话这边的话就会收到一个订单，这里有 order， 那它系统是全部自己连好的，你可以充值成为他们的会员。人作铺的话它会自动的帮我们发货，那非常非常方便。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你做好一个客服的一个工作，做好市场营销店铺运营的工作，发货的事情就直接交给人作铺的话来帮我们处理就可以了。它里面还有一个品牌包装，如果说你想在你的产品上开包装加上你自己的 logo， 那你可能需要它的一个 Plus 会员，那你可以升级为它的 Plus 会员以后，你把你的 logo 信息发送给他，就可以帮你在产品上面
产品的包装上面放上你的 logo， 而且他们还提供一个7×24小时的一个客服的一个支持啊，等等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的话，新手可以从这种意见代发的平台开始。除了认作谱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想做这种速卖通，也就是速卖通意见代发啊，有风这个网站里面也有这个网址，我们点击一下它，那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速卖通的上面的产品的话，一键导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里面来啊，也非常非常简单。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也点击右上角这个开始，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第一次进来，你可以注册你的一个账号，那这里是一个创建你的一个账号，你输入你的邮箱，输入你的密码啊，创建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直接把比如说 TikTok 上面卖的好的产品，直接导到你的店铺来都没有问题。那直接点击这个导入，那我们把这个先收起来关掉。那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店铺的话连接到这个 Deezer 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我们需要先把这个 Deezer 的一个插件安装到我们的一个浏览器上面。那我们点击首页，这里有个谷歌浏览器的一个插件，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这个按钮，把这个插件的话先装到我们的一个浏览器里面来。插件装好以后，我们这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 DS 的一个按钮，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钉按钮，把它钉到我们最上面来。我们再回到 Deezer 的后台，左边的话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我们点击一下它连接。那我们选择第一个 Shopify， 那这里的话同样需要安装一下这个 APP， 我们点击一下安装。同样这里点击一个安装，我们点击一下确认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店铺的话就已经连接好了。当然 Deezer 的话，它不光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它可以连接的平台很多 ，Wix、WooCommerce， 还有这些 TikTok 都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个一键代发。它里面调用的所有产品的话，都来自于我们的一个速卖通。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寻找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搜索相关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就这里就可以来找到，搜索一下，点击这个 OK。下面的话会出现很多相关的一个关键词，会出现很多产品。如果说你想把这个产品导到你的店铺，很简单，直接点击这个勾，再点击这个增加到一个导入列表，你可以一次性的话多选择一些，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导入。它里面的话还支持一个多国的语言，你可以把产品的话直接翻译成这么多国家的语言。因为我们现在做英文，我们就先用英文。如果说你要做其他国家的地区也没有问题，我们点击一个确认。这里的话进在一个导入，这里它显示导入成功我们去点击这个 check 去看一下，来到左边这个导入到一个列表假如说你在 Shopify 官方的一个首页，你看到一个产品，比如假如说这个产品我比较喜欢，我想把这个产品导入到我的 Shopify 店铺也很简单，点击右上角这个 DS， 这里点击一下更新一下设计，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才安装了这个 DS 的一个插件，这地方就会有多了一个按钮，增加到我们的 Deezer， 我们点击一下它就会这里可以显示这个产品导入成功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 Deezer 后台，这边有个导入的一个产品，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导的这个美女这个产品有没有导进来。可以看到刚才这个产品导进来好以后，我们直接把这些产品选中点击这个发布到我的店铺就可以了。这上面可以选择你要发布到一个店铺，价格的话你可以在你手动设置一下价格，也可以手动设置价格然后的选中以后点击一个发布，这里的话会显示一个发布的一个进度。这个产品的话已经发布成功，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我们来刷新来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产品是不是全都导进来了？我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下，刚才这个产品我已经把它导到我们自己的店铺来了，看吧，非常的简单方便有了通过这些工具的话，我们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效率。当然的话，价格的话你记得一定要改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从速卖通导进来的时候，这个价格没有改，你后期的话你需要自己去把价格稍微改一下。产品的话产品你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上架，怎么样导入。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设置按钮，我们来设置里面来设置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那这里面的所有功能的话，我都会给大家介绍到。第一个的话就是通用里面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店铺的邮箱，我们店铺的名称，还有我们的店铺的电话号码等等。这里账单地址就是你这个店铺的一个地址，这里的话可以随时改。如果说你做的是一键代发，这个地址无所谓，因为本身也不是从你这里发出
那如果说你是真实从自己发，建议这里填你一个真实的一个地址，这里可以选择一个货币展示的一个样式。这里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货币的格式，你可以改成美元，也可以改成美元、欧元啊，都没有问题啊，人民币也是没有问题的。改好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最右下角这里有个保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套餐。这个套餐呢，我们自己选的，比如说我选的最基本版，刚开始只要1美元，后面的话就是29美元一个月。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更改一下套餐，随时改换成其他套餐都没有问题。付款方式呢，也是在这下面进行一个更改。最下面的话有个支付方式，你也可以改，自己进行一个更改。第三个就是一个账单，在账单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你这些已付款。正在处理已退款已取消，那这里历史所有账单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用户或权限就是在这里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子账号。如果说你想把你这个店铺的话卖给其他人，那你也可以在这里点击一个转让所有权。你要卖给谁，你就可以把你的邮箱地址填成他的邮箱，那基本上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如果你要设置子账号的话，你需要升级一下套餐。可能最基本它是设置不了一个子账号。如果说你有外部的，比如说你在 Fiverr 上面请了设计师，请了开发人员，那你想让他访问你的后台的话，你还可以把你的一个，这里有个合作者的一个请求代码，你可以把这个代码给他，当然你也可以生成一个新的代码，那他随时都可以变。那他可以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你的后台帮你设计一下你的店铺，设计一下店铺都没有问题。它不需要有你主账号的密码，直接也可以进入你的后台。在这里收款这里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可以用 Shopify 默认的一个收款，就是 Shopify Payments， 它是 Shopify 自带的一个收款的一个工具。在开始之前的话，你需要点击这里完成一个账户的一个设置。那你需要提供一些你的相关的信息，提交你的一些企业的信息。那你就需要用你的公司去开。因为我刚才地址的话选择美国，所以说这里的话只能登记为美国的一个公司才能开通这个付款。Shopee Payments 的话，在中国大陆的话它是不支持，但是如果说你有香港的公司，那有美国的公司同样可以开通。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美国的公司或者香港的公司，你可以来到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它是专门可以帮你注册一下，它可以帮你注册美国的公司，价格的话也非常的便宜。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来到这个网站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你找这种机构帮你注册公司就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来到 Fiverr， 在 Fiverr 上的话，你也可以请人帮你注册一家香港公司，或者说帮你注册一家美国的公司都非常的简单方便。除了选择 Shopify 自带这个付款方式，你还可以选择第三方的一个支付提供商，你可以点击这个查看其他所有的支付提供商。在这里面的话，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支付提供商，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但是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你都需要先选择之前，你需要先注册一下他们公司对应这些支付公司的一个账号。有了账号以后的话，你在这里面的话才能连接到你的 Shopify 的一个后台。一般情况下，这些支付提供商在注册的时候的话，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要有一个开付费，比如说开付费5000，年费2万等等等等。那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在 Google 一下搜索名字，去联系开通一下相关的账户，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用 PayPal 的话进行收款也是没有问题。只是说 PayPal 的话，它还要收一个2%的一个交易费。你可以点击这里增加一个付款方式。你 PayPal 的话必须要以企业的 PayPal 账号才能进行一个收款，如果你是个人的账户的话，这里的话是不能进行一个收款的。那么点击这里设置，点了设置以后，我们再点了 PayPal 设置以后，我们再点击这里有个完成设置。这里的话，它会登录到你的 PayPal 的一个后台，这里的话连接到你的一个 PayPal 企业账户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已经连接到我的一个 PayPal 企业账户，点击一个返回以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已经设置成功。那买家进入我们的一个商店以后，他就可以进行PayPal 的一个付款。再来点这个下一个结账。客户在付款的时候，他需要填上他的一个手机号码或者邮箱才可以。一定要有手机号码方便我们的一个联系，一定要把它勾上。
客户需要填哪些信息，他在下单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需要把他一个姓名和名字都填上。公司的话我可以不用，地址的话可选，那下面的话保持默认就可以了。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小费，在美国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小费的一个文化，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你想收一些小费，可能表扬有一些客服的工作可能做得好，他可能给你打上一些小费。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如果需要，你就可以把它设一下，给你多少小费，10、15、20都可以。有需要的可以去设一下。结账页面显示什么语言，我们这里也可以设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客服账户，全部就用它默认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一个发货快递费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运费模板。如果是你是用一件代发，比如说叫速卖通上面的商家直接帮我们发，或者说你用Renzop 上面的商家直接帮你发货的话，这里的话你就不用设。那如果说你是自己发货的话，那你这里面可以来设置一下运费。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常规这里所有产品这里我们可以点进来以后，下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配送区域送到每一个地方它的重量、需要的时间，还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运费，这里都显示出来。这个的话是我们刚才用 Shopify 用 Renzop 或者说用速卖通调用的一个运费模板它用了哪些 UPS、DHL， 下面的话都会帮我们来进行一个，都已经帮我们设置好了。如果说你刚开始的时候，那你这里的话就不用管它，直接用商家帮我们创建好的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自己设置一个运费的话，你可以来自己手动设置一下。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创建区域，那你要配送到哪个国家，你这里面可以选一个。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删掉，我来教大家大概设一下。我点击这个删除，把这个里面的话全部给删掉。这里配送区域，这里点击一个创建区域。假如说你要发货到加拿大，我们先把加拿大选中。这里的话点击一个添加运费。那这里的话，如果说这上面的一些术语的话你看不懂，那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忙一下。我有空的话可以尽量的话教给大家方法，就是教给你解决处理问题的一些能力。我们就是比直接我告诉你答案可能来得更好一些。我们可以截一下图，比如说这个区域你不知道怎么填，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可以把它截一下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 AI ChatGPT， 把这个图的话直接粘贴进来，然后把这个提示也发送给他。说假如你是 Shopify 运营专家，我是做跨境电商的新手，请你用简单语言帮我解释一下图上的内容，告诉我怎么填怎么选。这里有个费率的类型，就是这里费率的类型可以选。这里有个固定费率，不管买多少重量多少，运费都是固定的。还有运费，这里运费价格怎么弄？还有一个增加条件定价，根据我们不同的重量来设置不同的一个运费。还有下面的话，他会告诉我你怎么填。这里的话，他都告诉了你的一个答案。比如说你想问他具体的。比如说自定义费率名称怎么填，用中英文帮你填。那我们比如说这里选一个自定义后，这里有个自定义费率的名称，那你不知道怎么填，那我们可以来选一下。我叫 GPT 帮我生成一下，比如说国际快递1到2天，什么标准快递2到14天，还有一个经济配送是4到24天的都有。那我们直接复制一个，我们试一下粘贴进来。把中文的话你跟它去掉7到14天可能太久了，你可以写个5到8天吧。这个运费你要收多少钱？比如说你要收个$5，你这里填个5，这里点击一个完成。这样我们的加拿大的就设好了。其他地方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你设置一个免运费，点击自定义。比如说这次的话，我要设一个包邮，就是满99包邮，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定义。这里赋予名称，我写成英文的免邮费。价格的话就是宁愿基于订单的价格就是99，就是满99我们就可以包邮。点击一个完成这样的话满99以上我们运费的话就是包邮这大概就这样子。除了我们刚才比如说加拿大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设的话，你这里可以把它设置一下。其他国家就除了我们设置的国家，其他国家你收多少运费，那你这里的话都可以来填一下，打上你区域的名称，点击一个完成。同样的话，这里来增加一个你的一个运费就可以了。那其他国家，比如说我收个15这样我们这个就设置好了。
国家你不想发货，那你这里的话也可以把你不发货的国家加进来就行了。全部设好以后的话，点击右下角这个保存就可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税收和关税。税收和关税的话，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它每一个国家它的收税的话，它的关税的话都有所不同。就像美国，它有美国它自己的税，英国有英国它自己的一个税。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的话，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税分为一个商品税、一个服务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GST。当你把东西卖给顾客的时候，你想从顾客的手里面多收一点钱，那就是一个税费，来统一的来交给政府。比如说我们以这个随便点一个澳大利亚为例，如果说你在澳大利亚你想收税的话，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个手动税率。这里的话在新地区收税，那你需要有一个 ABN 的一个编号，那你需要先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商品服务税。那你可以点击这里，比如说澳大利亚商品服务税它会这里设置一个关于一个具体的每一个国家，那它的税怎么弄，那你都可以点到这个页面的话来看一下。它有一些，比如说基于英国的登记的税率，基于设置英国的税率，设置北爱尔兰的一个税率，每个国家的话都不一样有点复杂。那这里的话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是刚开始是一个小卖家，那你卖也卖不了几单。那这个税的话，你先不用管它，而且也没有人会关注你。当你慢慢做大以后的话，销量慢慢起来的时候，那到时候的话，你就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帮你来设置一下这个税率。当然，你还可以来到 Fiverr 上面搜索一个 Shopify 这个税，那上面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你看的销量还挺好的，1000家，它可以帮你设置一下。Shopify 的一个税，因为这个税的话，有时候设置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想到你每个国家都去做比如说你先做美国，你先把美国的税给设好就可以了。Shopify 上面也有很多人可以帮你的时候，不懂的话你都可以请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做。Shopify 的话，它还提供了很多 APP 很多应用比如说这里帮你做好税务合规端到端的税务软件解决方案，你都可以安装这些软件来，通过这些软件来帮你设置一下。还有一些比如说关税和进口税你可以用 Shopify 它的一些高级功能的话，它也可以来直接帮你们设置。总之这个区域的话，你作为新手刚开始没有订单，你可以先不用管它。当你做大做强以后，请专业人士来帮你搞。再看一下下面有个礼品卡，这个礼品卡呢，比如说你在搞什么，比如说节比如说什么圣诞节春节什么时候你需要搞活动，那你可以发放一些礼品卡。那顾客的话可以在你的商店里面买一个礼品卡送给他他的朋友通过这个礼品卡就可以来你的店铺下单。但是这个你要设置，你需要先完成一个Shopify 这个 payment 设置以后才可以来进行一个设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市场，那你可以选择你要销往哪些国家。那你如果说你打算把你的产品的话迈向全世界，我建议大家的话，每一个国家的话你都单独开一个店铺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来进行一个管理。你在后期进行一个广告推广的时候的话也比较方便。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只销往澳大利亚，那我只在澳大利亚进行一个广告投放就可以了。它每个地方的人可能消费习惯也不一样，那我们可以针对当地的一些特点来调整我们的一个推广方案，还有我们的营销策略。但你不要想到一来就要把你的产品迈向全世界，我们先做好一个市场，做好以后，后面的话当我们做顺了以后当我们做顺以后的话，迈向不同的一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域名的话，你也可以来单独的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我们这个域名，那后面的话除了.com 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比如说.uk .cn 就代表中国，.uk 可能是英国等等。那每个国家的话，它都拥有它自己的一个域名后缀如果说你用当地的域名的一个作为你的一个用当地国家的后缀作为你的域名的话，对于当地的人来说看起来的话会更友好转换率的话相对来说也会高很多。英国的话，比如说 COUK 这个应用销售和渠道，那这里的话会显示我们所有已安装的一些 APP 都会显示到这里面来右上角这里有个 Shopify APP， 你点一下
它会跳转到 Shopify 的一个市场 APP 的市场，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看下面一个域名，这个域名的话就像我们网站的一个网址。就域名就是我们网站的这样一个网址，别人可以通过这个网址的话，就像我的油管频道别人可以通过这个网址的话找到我们。我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站的话，跨境店铺商店当然也需要一个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Shopify 的话，它默认的话帮我们分配了这样一个属于 Shopify 的一个2级域名，但是这个域名看起来的话非常的不专业，我们需要把它设成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域名的话其实也不贵，一年下来也就可能好的域名可能比较贵一点，但是一般的域名的话一般都在70-80块钱左右，一年也不是很贵。如果说你之前有域名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连接域名，把你的域名的话绑定过来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没有，你可以直接在 Shopify 里面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购买一个域名。还有的话，你可以通过第三方，比如说 DYNADOT 这样的专门注册域名的网站来注册属于你自己的域名。通过第三方网站注册域名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购买完域名以后的话，你的域名的话和你的店铺的话是分开的。将来的话，如果你想换一个电商平台，或者说加一点自己的一些在线服务，域名的话都是你自己的。这里填入你想要购买的一个域名，方法都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填入你想购买的一个域名。你可以根据你的品牌信息来填写你的域名。因为我刚才选了，比如说我这个域名网站的话，我想要叫这个名字，可以直接在搜索里面输入一下我这个品牌名字，我来看一下我这个域名的话有没有被占用。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它会帮我们显示出来，比如说我这个域名.com 它已经显示出来了，这里10美金。有一些域名的话，价格的话比较好的域名，你看价格就比较贵，你看1000多、200多都有。但是如果你的域名很普通，就像这个，它可能就只要几美元就买得到。在后面的话还有不同的一个后缀，如果你是做 AI 的话，你也可以用 AI 作为你的一个域名的一个后缀，价格的话是69美元。不同的后缀的话，它这个域名不一样，价格不一样。那你可以来 GPT 问一下，你叫它告诉你不同的国家的域名后缀，比如说中国的话是 CN， 美国的话 US， 英国 UK， 加拿大 CA， 澳大利亚 AU。如果说你只做日本市场，那你的域名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可以生成一个前面是你的品牌名，后面的话.gp， 这样的话看起来的话，对于当地的人来说的话，看起来你这个更本地化一些。那我就随便拿一个我之前的一个网站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是我随便做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网站。比如说这上面是我的温迪有风.com， 那我之前已经有域名了。我是在 Hostinger 这个网站买的。Hostinger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主机平台。如果你用 WooCommerce 进行建站的话，你可能需要买一个主机。那我推荐大家你可以用 Hostinger，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功能比较多。你买1年主机的话，它还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那第1年域名的话，你还不要钱，第二年你才需要付费。那我这个域名我已经有了，我复制一下它，我来到 Shopify， 我这里点击连接现有的域名，把我的域名填进来，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验证连接。那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记录进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你的域名后台，把你域名的一个 A 记录还有这个 W 记录加进来就可以了。加进来一般域名加进来一般域名生效的话，可能需要24小时左右，那域名就可以生效。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客户事件。那客户事件里面的话，等一下后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在你的网站里面加上我们这一个像素代码，它可以跟踪我们客户的，比如说加入购物车、浏览了哪些产品，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这下面有个品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通知，就是你的店铺里面，比如说有客户的订单，要不要给你发消息订单确认发货信息那你想不想收到这些信息？那你都可以来设置一下客户的一些通知、发货的一些通知，还有员工的一些关于订单的通知。比如说你想让你的员工知道顾客有没有下单，
那你可以在这个新订单这里，那这里的话，比如说有新的订单，那它会弹出这样一个信息告诉你的店铺有新的订单了。这个品牌的话，它已经说了，现在已经移到通用了，你可以在通用里面管理品牌，先不用管它。下面有个自定义数据，这里语言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里的话，它可以在商店中增加翻译，可以将跨境转换率提升43%。那你这里可以增加一个多国的语言，那它支持很多语言，你可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要支持一个西班牙语，点击一个添加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我的站点的话，它还支持一个西班牙语。那直接点击这里有翻译，那你可以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件来进行一下翻译。当然的话，前提你需要先把这个 APP， 比如说这个 Translate， 把这个安到你的一个店铺里面，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一个翻译。本地化内容西班牙语，那你这里可以选择你要翻译的一些内容、一些页面都可以。客户隐私这里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些隐私的政策、cookie 的一些政策等等。在电商领域的话，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它，比如说隐私政策，我们点击进来，我们可以直接插入模板。Shopify 的话，它自动的话已经帮我们有一些模板，我们直接把它插进来就可以了。来点击一下发布。当然了，还有一些第三方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 Terminal， 它是一个专业的帮我们生成隐私政策、服务条款上面这些你看隐私的服务条款、cookie 政策这些的话退款政策，它都可以帮我们生成，而且非常的专业。它里面的话生成出来的就像一个正式的一个法律文件一样。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到 Terminal 这个网站来帮你生成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隐私政策。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去生成一下。第一次进来点击右上角这个免费试用，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生成。最下面这里有个政策也是和我们刚才一样的，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退货退款政策，我们的一个服务条款，点一下它，点击这个插入模板，可以直接用 Shopify 自带的模板，点击一下发布。这下面的物流政策那些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在里面来填。物流政策没有模板，你需要自己填。比如说你几天可以送货，几天你能送货，你发什么快递，在里面写一下。第一个退货退款政策你也可以来设置一下，直接用 Shopify 的模板也可以直接插入进来。在最后有个商店活动的日志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你的店铺操作了哪些东西，那在哪个地方，几点钟进行了哪些操作，那全部的话都会帮你记录下来，方便如果你店铺出现问题，那你可以在日志里面来找一下，到底是哪个阶段是谁操作了什么，导致出现什么问题，这里面都可以来查。设置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查关掉。而左边的话，这些功能都很简单，比如说第二个订单，当顾客的话，那在你的店铺里面下载订单以后，都会显示到这个页面。那这里是产品，你所有发布的产品都会显示到里面来。这里有个礼品卡，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个礼品卡，跟创建商品是一模一样的。这礼品卡代码，你可以在里设置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手动设置，也是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礼品卡价值$10，过期日期是多久，有没有过期日期都可以选，设好又点击一下保存。这里客户的话，我们所有的客户信息的话都会显示到这个地方来。在这个内容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编辑一下我们产品所用到的一些上架产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元素，那你可以在这里面自定义增加一些元素进来。比如说我们刚才矫正带它有些元素 Shopify 它里面没有，你可以手动的话把这些元素加进来。资金的话，这里面可以显示一下我们一些财务的一些信息，销售额、毛利率。所以说我刚才教大家在上架我们产品的时候，把我们的产品成本的话加进来，这里的话它会自动的会帮我们进行统计，那你就可以来知道一个大概。分析里面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数据，我们整个店铺的数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分析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营销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我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点击右上角这里可以创建一个销售活动，那等一下的话有风都会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折扣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它，你可以创建一个折扣，点击一下它，比如说买几得几，买1得2呀，或者直接进行一个产品的降价，或者说免运费，这里面的话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手动的设置。这里可以随机生成一个折扣码，折扣比例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固定金优惠20，适用于一些哪些产品，你都可以选一下。
那这里最低购买要求最低，比如说满199减20，那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活动，做好以后点击一下这个哪些产品的话可以优惠，这个我们填一下。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浏览，可以比如说只要这个产品我才参加这个合同，设置一下，设好以后点击右下这个保存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折扣就可以了。下次有人使用这个折扣码购买这个产品，它就会自动优惠。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点击这个眼睛在线商店，那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店铺的首页。来到首页后，最顶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菜单栏。菜单栏的话，这里面我们可以来自己增加一些内容进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像这个网店一样，它在最底部我们可以拉到最下面，它有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它顶部的话是它的一些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怎么设呢？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在线商店，这里有个网站导航。网站导航的话，这里分为一个底部导航和我们顶部菜单栏和一个底部菜单栏，就像刚才这个网站，这个是我们顶部的一个导航栏拉到最底部，这个是我们底部的一个导航栏，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设置。在设置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先来创建一下我们的一个页面，比如说我们来有个页面，它这里显示你的在线商店正在受到密码保护，只有拥有密码的人才能访问我们的店铺。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删除密码，点击一下它。我们先把我们店铺的密码的话给删掉，因为你的店铺还没有正式上线之前的话 ，Shopify 为了保护你的网店，它先设置了这样一个密码。那这里使用密码访问，这里我们把这个勾去掉。你也可以在这个偏好设置里面找得到。设好以后，勾去掉后点击右下角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好，现在的话，在线商店已向所有人开放。好，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页面，页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新增一个页面。好，我们来加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关于我们页面，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公司，介绍一下你的团队，介绍一下你的一个产品。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输入一个关于我们。那这个内容的话，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同行。如果你不会写，我们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写一下。我们可以来到 AI， 我跟他告诉他我的品牌叫做，就是我们刚才用 AI 生成的名字。我们卖的产品这里填上你的产品，我们是比如说类似于贝贝家这样的产品，然后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GPT 的话，它会帮我们写出来，你看非常非常的专业。你要做的话，如果是英文，叫它翻译成一个英文就可以了。翻译成英文以后，我们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它，来到这里粘贴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差不多就制作好了。那中间的话，有些如果你要加粗，你可以点击这个更换颜色，这里都可以换背景都没有问题。点击这个3个点的话，你还可以插入你的一些照片进来，点击这个插入，可以把你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照片，或者说你们公司的一些团队的一些照片直接加进来就可以了。对齐方式你可以选择一下居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关于我们的页面就图文并茂。这里有个搜索引擎优化，这个标题的话用于我们搜索引擎抓取的一个标题，可以在这里填一下全部设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这样的话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就制作好了。我们需要把我们关于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链接的话加到比如我们的顶部，或者说加到我们的一个底部，那都可以。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还没有，我们可以手动来加。假如说我要加到我的最顶部，我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导航，点击顶部的话就是这个 Main Menu， 点击它，然后这里的话点击一个添加菜单，然后这里的路可以搜索一下我们刚才一个页面，这里刚才我们制作好的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点击一个添加，添加好以后点击这个保存，保存以后我们再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来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关于我们的，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它就会跳到了我们刚才制作好的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当然，它底部的话也可以放上我们的一些隐私政策、退款政策、服务条款，这些都可以加到我们最底部方法都是一样，点击这个网站导航，我们点击这个底部菜单。底部菜单的话，我们可以点击是一样的增加这个菜单。我们这里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一个政策，你看这里最底部政策，把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添加进来。还有一个比如说这里一样的政策，把我们的隐私政策、服务条款等等这些都可以加进来。好以后记得点击一下这个保存菜单，保存菜单还有你刷新一下你最底部的话，它就会出现在我们最底部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博客文章。博客文章你可以在你的 Shopify 店铺里面来可以发布一些文章啊。发布文章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帮你获得一些免费的流量。那你可以写一些关于你产品的一些文章。一旦你这个文章被 Google 收录以后的话，你的整个网站就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一些流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下边这里有个应用，我们点击最左下的应用。然后这里应用或销售渠道，也就是 Shopify 的 APP。然后这里右上角有个 Shopify APP Store。那 Shopify APP 有多少呢？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AI。截止到2024年的话 ，Shopify 上的 APP 的话，已经超过了1万个，大概的话可能有13000个左右。那它里面的 APP 非常非常多，基本上你能想到你想实现的一些功能，那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推荐大家要用 Shopify 来做你的跨境电商，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去开发这些功能，它里面的话已经有了，已经有人做好了，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APP 安装到你的店铺里面就可以了。那 Shopify 里面这么多 APP， 有哪些 APP 值得我们安装？而接下来的话，有风就来推荐给大家一些。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 review， 也就是我们产品评论，因为我们的商品转化率高不高，跟我们的评价的话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那你的评价越好，那可能访客进入你的店铺以后，看到一个好的评论，转化率的话就会高很多。那我们可以在 Shopify 里面搜索这个 review 这个关键词啊，那里面的话帮我们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相关的一个 APP。那这个 Loox 的话，我之前的话也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来介绍这个工具，它可以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它可以直接把我们在速卖通上面的一些产品的一个评论，直接一键的话可以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商品页面来，然后显示在我们在商品页的最底部。那这样的话，访客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评价，而且它整个布局的话，它已经帮我们优化，大概这个样子，看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可以更改它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形式，也导入我们速卖通上面的一个评价，马上就可以拥有一个超多的评价显示到我们的产品下面来。除了 Loox 的话，还有一款 review 评价的应用叫做 OKNDO， 那也就是它。那我用这个的话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的话来增加评论到我们的店铺里面呢？我们先点击一下它，它可以帮我们收集评价，然后自动的话向买家的话发送一个邮件的邀请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话进行一个评价。用户的话，他就可以直接上传他使用这些产品的照片啊、视频啊，这些内容的话，它会直接显示到我们的产品下方。让其他人看起。通过展示这些真实的一个客户的评价或照片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客户的一个信任感提高一个购买的一个转化率它还可以定制化设计。商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风格，定制评价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式，让你的一个评价页面的话看起来的话会更美观一些。它还有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数据分析的功能。它可以帮我们分析我们评价里面的一些信息，提到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商家的话及时了解顾客的一个反馈。你可以根据这些反馈进行一个改进，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改进。总之就是它显示出来这个评价，就是它帮我们设计了一下这个评论板块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样式，让我们评论这个板块的话显示的更美观、更好看。接下来我来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样设置的，让我们的评论区看起来更专业。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 APP 安装到，点击这个安装到我们的店铺里面来，点击这里有个右下角，这里有个安装。今天有风讲的内容非常多，如果大家听到一半有点累了，你可以先保存一下这个视频，你可以在视频这右边这里有3个点，那可以点击这个保存。那保存以后，你下次的话就比较方便你自己找到，或者说你这里安装还需要点时间。有风这个频道的话，主要是做一些关于无货源跨境电商的一些知识这个是我频道的一个这是我频道油管的一个地址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大概记一下这个地址。当然，如果你对跨境电商感兴趣，也可以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那我只在油管上面发布视频，那其他平台我没有发布过。如果你在其他平台看到我的视频，那你可以，如果你想第一时间了解我的一个视频信息，那可以来到我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我的频道网址的话是跨境前面是 YouTube 打一个斜杠。@后面是跨境电商你就可以找到我。这个 OKNDO 装好以后的话，这就是它大概后台的一个界面。
我来教大家来进行一下设置。这里的话可以通过简单的5步的话完成我们的一个设置。第一步的话，我们这里打上一个勾，我同意这个的一个服务条款，把它这个填进来。第二个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安装，点一下这个，我只需要跟着它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这里会显示我们这个评价大概的一个样式。这个样式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简洁。你在左边的话，你可以制定一下这些颜色，根据你的一个，比如说我换成红色也是可以的，变成蓝色绿色也是可以的。根据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颜色，根据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颜色，你可以来设置一下不同的一个显示的一个颜色。设好以后，点击右下角这里一个保存继续。需要安装它这个小工具。我们首先点击第一个，启用它的一个 APP， 点击一下它。其实整个设置并不复杂，大家只需要根据它的步骤来操作就可以了。这些的话都是全自动的，这里显示已激活就可以了。可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这里点击增加这个评分小工具。这里的话它也是全自动进行，它会自动加进来。这里的话它说已添加，这里已经添加第3个 review 这个评论。你要做的就是点一下它就可以了，它会自动把这些小工艺加到我们这里面来。这里的话它显示这个评论的话，应用的话已经加进来了，它会显示到我们最底部。因为现在的话我还没有评论，所以说它这里显示不出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保存按钮，然后继续点击这个继续。这里的话可以导入你的一个评论，怎么样导入你来自其他平台的一个评论？这里有一个 review 导入的一个介绍，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话会详细告诉你怎么样导入。如果你的英文不好的话，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沉浸式翻译它会自动把英文翻译成一个中文，你按照它里面的教程来导进来就可以了。你可以先跳过这一步，最后的话就来一个保存发布就可以了。左边的话有个大概的样式，你可以左边这里有个 review， 你可以点开一下。你可以看到一下你这个到时候如果你店铺里面有评论了，它是怎么样显示的。左边是人的头像，右边是评论，中间是评论，在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顾客的一个晒图，看起来的话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3个点，这里有个查看，你可以进入一个预览，随便点击一个产品，你拖到最下面。这里的话，因为现在还没有评论，你看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评论区域的一个颜色已经显示，如果有评论以后，它就会显示出来显示的大概样式的话，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样式，显示的样式大概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样式。我们的评论的话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着顾客来评论，或者说我们自己导入评论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个工具叫做一个，在淘宝里面的话可以叫做理解为顺手买一件。他买了产品以后，系统的话会自动推荐给他另外一款产品。但是那一款产品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来刺激他下单。我们需要按照那个插件名字叫做 post， 我们搜索这个 post purchase 大概就是这个名字。当他下单完一款产品以后，你跟他推荐第2款产品，只要优惠力度过大，只要优惠力度还比较给力转化率的话，我相信应该还不错。运费成本的话，你也只需要加一点点。所以说，在第2款产品上的话，你有更多的一个让利的一个空间，你们都可以去尝试用一下。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就是用这个Honey COMB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评论数有500多个评分的话4.8分，我觉得还可以。我点击一下它，它的分析和定制的能力比较强比如说你可以测试不同的一个优惠价格，比如说第2件购买的时候优惠 20% 或优惠 30%， 你可以同时设置2个进行一个 A/B 测试，一个优惠 20%， 一个优惠 30%， 看一下哪一个的话转化率会更高接下来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直接点击左边这个安装，点击右下角这里把它安装进来。Shopify 在安装这种 APP 的时候，因为它可能要下载一些数据可能安装的时候速度稍微慢一点，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它提供了一个14天的一个免费试用，后面正式付费的价格的话是49美元1个月。你先可以用它的免费版的话先来体验一下，或者说直接可以点击这个14天的免费试用。如果说14天以后你不想试用它这个产品，你直接到你的 Shopify APP 里面把它卸载掉就可以了。我来进行一下试用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来创建一个 fil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点击一下创建，它首先会分析一下我们的一些历史订单，那根据我们的历史订单来帮我们来推荐一下我们该怎么样设置。首先我们需要设置一个触发器，我们点击这个笔，点击一下编辑，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名字，我们以这个活动的名字。这个名字的话，顾客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自己可以随便设没有关系。那下面的话就是你想要这个产品信息的话出现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们是要做顺手买件，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购买成功了以后的一个页面，我们选择第3个。那你也可以放到你的博客页面、你的购物车。我觉得这些的话用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建议大家选择第3个。购后英文不好，我们点击左上角沉浸式翻译，在你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它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打开结账页进行一下设置，我们把它拉到最底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售后页面改成我们刚才这个 APP， 那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Honeycomb。选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设好以后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页面。这里的话，它的一个优惠方式，它自动帮我们加还是手动加？我们建议大家我们自动加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触发器展示给所有人，或者说你只展示到特定的一个产品页面可以选。我这里选择显示给所有人。然后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 A/B 测试，点击这个开始你可以设置2种优惠的一个版本，比如说第1种优惠的一个版本。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要对哪一款产品来设置一个购后的一个优惠，也是第2件优惠。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A 测试的话优惠 20%， 那我的 B 也是选择，比如说也是选择这款产品，我优惠 30%。 那这样的我2款产品的一个2种优惠力度就不一样了。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优惠 20% 和优惠 30% 的力度成交的一个数量是差不多的，还是说 30% 会高一点点。那经过测试以后我们就大概知道。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限制一下购买数量，比如说因为如果你优惠力度太大的话，你可以把它购买数量限制一下，只能买1个。先设置好，我们再往下面走。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只在哪些产品进行展示，这里可以选择一下。显示的设备我们选是比如说只有手机、电脑或者所有设备都可以选。这里你还可以设置一下开始时间或者说结束的时间都可以。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右边这个保存集合，这样的话你这个活动就可以创建成功。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笔，那你可以对它进行编辑也是没有问题的。大概样式的话你可以在右边看到，比如说这里有个特别的优惠，如果你买这个产品，这里的话有一个过期的时间，这里它自动帮我们生成了一个5分钟。这个产品优惠多少钱，比如说原价是卖49，那现在的话只要39，帮你优惠了3.9块。那后面的话它直接就帮我们设置好了，买家的话要做的就是直接去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 SMS， 也就是短信营销。那我同样可以在 APP 里面搜索相关的一个 APP， 同样我们点击左边这个应用，然后这里应用和销售渠道设置，点一下它。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 APP， 我们来找一找。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 PostScript， 那这是一款短信的一个应用。当然的话，市面上还有很多这种短信营销，比如说 Upsell、Rival、Rush 等等，很多。在我看来的话，可能 PostScript在合规性方面的话，做的还是相当的出色。你要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话，如果有些品牌因为短信合规的问题的话，你处理不当，你可能会被起诉，遇到一个法律的一个风险。你需要了解一下就是短信发布的一些合规性的要求。当然了 PostScript 已经帮我们做得非常好了，你只需要按照它的要求来进行设置就可以了。同时的话，因为每个国家可能对发送短信的要求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你可以随便发短信去骚扰，没有任何问题。那如果说你在欧美发达国家，你没有经过对方的一个同意，擅自给他发送一个短信，那你可能就已经违法了。很多国家的话，大家都强调一个双重同意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需要征得顾客的一个同意以后，你才能给他发送一个
短信。如果说你乱发信息的话，他们有权起诉你。那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应用，我点击一下它，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安装，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安装。在发短信之前呢，一定要设置好你的一个隐私条款，你需要设置一下你的隐私政策，那你需要设置得当。那 PostScript 的话，它也会在这方面给予你一些支持，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让他们进行一个设置。接下来我会演示如何进行设置一个短信的一个营销。稍后的话，我还会谈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邮件营销。那来到这个页面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个步骤，这里需要填入你的一些姓名电话等等。那我随便填个电话，填上你的邮箱，这里勾上，这里有个勾，你可以选择把它勾上。这里需要填入一下你在哪里听说它的，你这里都不要随便填。那你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里可以随便填一个。你是在哪个行业的？你可以选一个，点击一个继续。这里有一个让你保持 TCPA 合规。首先的话，你需要看一下它这个视频，它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做才是合规的，就是你无法向之前已经收集的客户电话发送短信，你不能随便发消息，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你是不能直接给他发送短信的这个你需要把它勾上，点击个继续。更新的一个商家的一个服务条款，我们需要把它这个服务条款复制下来复制一下它这个条款，更新到我们自己商店的一个服务条款里面去。我们点击一下它，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服务条款，我们需要把这句话复制粘贴到我们这个服务条款里面来。服务条款就第3个，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把它粘贴到我们的最后，粘贴进来，点击一个保存。填好以后，我们再点击右下角这个继续。这里还需要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信息，我们需要把它填入到我们这个隐私政策里面来，它会自动跳过来。你点了它以后，它会跳过来。同样的，我们点击这个隐私政策，把我们刚才这段消息的话也是粘贴到你的最后吧。那你们的信息的话，你们正式上线以后，好好去看一下。这些的话，以免以后遇到一些法律纠纷，那你好解释一下。填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继续。这里要先勾上，再继续。这里还有一个运营商验证，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话，会对商家向消费者发送短信的所有电话的话进行一个验证。那 PostScript 的话，它会自动将你的一个 TFN 的话发送给运营商进行验证，时间呢可能需要10个工作日，甚至的话更多你有可能被拒绝。被拒绝的话，你就发不了一个短信。填好以后点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你的店铺的 logo 的一个样式。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 logo，这就是我们的 logo。那你的店铺的名字的话，你可以把它填进来。我们刚才用 GPT 帮我们生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可以把你们品牌名的话粘贴进来。这些按钮的颜色这些你都可以自定义设置一下，你不需要的话就不用，点击一个继续。还有一些关键词你可以填进来。这里的话它会显示到下面，你可以看到它会显示到你的短信里面来。这里的话你都可以来具体填一下你的优惠码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你的订阅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你都可以上面填一下改一下都没有问题。填好又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发送短信在什么情况下发送短信，那我建议大家的话，只在这里加入购物车没有付款的这些人的话，给他发短信就可以了，不然其他的话都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加入购物车没付款，给他发个短信，点击一个继续。在弹出窗口在哪个地方弹出来，就是说你要收集你的一个手机列表，因为刚才我说了，你要给人家发送短信首先的话，你要先收集一下客户的手机号，你想让在哪些地方弹出这个窗口来收集一下客户的一个手机号。客户的话，把他手机号填进来，你这里可以选一下，比如说电脑端、手机端，或者说在结账页面。上面比如说手机端桌面端都不用，我们只在这个结账页面让他填一下就可以了。不然呢，你的网页的话有这种弹出窗口，有时候看着真的很烦人。点击一个继续。这样的话，我们的初步的话，第一个的话就已经设好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那左边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Message， 这里有个自动化，我们来点一下它。这里自动化的流程已经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我们已经设置好的自动化流程，就是只在购物车加入购物车的这个页面的话，弹出信息叫他填入他的一个手机号。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样式。那你看，这就是给他发送
短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编辑按钮，可以来编辑一下你的手机短信显示的一个样式。比如说，第一个是你的店铺名，默认的话它会自动加，hi 就是它的一个名字。我们注意到你怎么加入购物车，但是没有付款，现在给你10%的优惠，这就是系统会帮我们设个优惠码。下面是我们的一个购物车链接直接就是这样一个短信的形式你可以改了这也没有问题。那设好以后，你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保存。右边的话，它给了你一个大概我们这个短信显示的一个样式，就是它手机收到的一个样式。最底部是我们的店铺链接，我们可以点开一下，就会跳转到我们这个店铺上面的，有我们的优惠码等等，10%的一个优惠码。设好以后，点击这个保存就可以了。这样其实短信营销的话还是非常简单，用工具的话就可以帮我们搞定。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非常重要的，国外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邮件营销。邮件营销的话，我觉得的话，大家都要做起来，因为有时候当你能收集到，比如说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一个邮件列表以后，相当于你手上就有一个印钞机，因为你可以给他们发送一些活动促销的信息，可以持续不断的触达到他们。当你有新品上新，或者说搞活动的时候，都可以给他们发送一些邮件。因为老外的话还是比较喜欢看邮件的，可能我们中国的话就喜欢看一下微信，但是他们有时候可能比较习惯性看邮件。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邮件营销工具叫做 Omnisend。Omnisend 的话，它是专注于做我们电商的一个邮件营销工具。那它里面的话，把整个流程帮我们设计的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可以打开 Omnisend 的这个官方网站，相关链接我会发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这个开始来进行一个免费的试用，我们点击一下它。你可以用你的 Shopify 店铺话直接进行登录就可以，或者说你用你的邮箱登录也可以。我这里选择用我的 Shopify 店铺的话，直接进行一下登录。那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直接进行一个安装。好，也是一样的，点击这个安装。安装的 APP 的时候可能会花一点时间。邮件营销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且操作一下。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密码。好的，兄弟们，我是尤峰，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在哪里用，我们这里选择 Shopify。那这两个勾，我们把它这个勾我们把它勾上。第二个的话就不用勾了，点击一个注册。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品牌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把 logo 的话加进来，你给人家发短信的时候，你的 logo 可以出现。logo 的话可以给人家更专业的这种感觉。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点击一个上传，选择我们这个，点击这里选择它。这样的话，我们 logo 的话就已经设置好了。这下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这个按钮的一个颜色，最好的和我们的一个主色调的相对应。那后面的话，你这个里面的一些所用的一些字体，你也可以改一下。要用你要发邮件用一些什么的字体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最下面的话，你也可以加上你的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比如说我可以加上我的油管的一个链接，我可以把我油管的一个地址的话复制一下，把链接的话加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有更多的，你还可以加更多设好以后点击这个保存品牌的一个资产信息，它会弹出个窗口，把它关掉就可以了。点击这个按钮继续。首先我们需要来完成一些基础的设置，比如说我们要收集客户的一个电子邮件，那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开始收集订阅者网站上。我们选择这个，点击它。这里的话，你要收集客户的邮件信息，你必须要给他一些利益点去刺激他，他才会愿意把他邮箱告诉你，是吧？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给他一个10%的一个优惠。那这个窗口的话，我是在什么时候弹出来？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右边这个 display， 我们选择一下，当他想下面拉，在我们的页面上，比如说他在我们的页面上下面拉到多少的时候，比如说40%，或者来到30%吧，就让我们这个窗口的话弹出来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哪些人访问我们的一个网站会弹出这个窗口，这里可以选择一下。这里我们选择所有，这里可以设置我们弹出的一个频率，比如说我这个人今天进来已经弹过一次了，那就只弹一次这边有个模板，你也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些文字信息，都可以改。
里面这些东西的话都可以改，右边的话都可以改，这里面的字也可以改。但我觉得它默认的这个模板已经很好看了，不用改。左边的话这边也有，你可以直接拖过来也可以。左边这里撤销一下点返回，这个手机端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显示效果。下面的话，第二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步就是要求他们填入一个手机号，我觉得不需要，点击这3个点把它删掉。第3个的话就是成功订阅了等等，那就是这3步，填入邮件，告诉他成功订阅。设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因为我们要设置邮件营销自动化，我们不希望我们手动去发送邮件。当他把他的邮件地址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发送我们的第一封邮件。那我们可以创建这个欢迎新订阅者的一个邮件，我们点击它。那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给他多少的一个优惠，我们选择10%或者15%都可以。新访客你可以设高一点，给他一个15%的一个优惠吧。这个优惠码的话，系统会自动帮我创建，你不用自己手动创建。点击一个继续。我们这里只选择用邮件就可以了，不需要短信。点击开始。这里的话已经设置完成了，非常简单。这里可以展示我的一个工作流程。这里的话会显示我们这个工作流程，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这个大概的一个工作流程，就是当访客把他的邮件输入到我们的邮件收件列表以后，等待1分钟，我们就可以给他发送一个欢迎的一个邮件信息。那这个信息内容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手动来更改它。点击右边，你可以编辑一下，给他发送邮件的一个大概内容。作为新手朋友，我建议大家的话，这个的话你就不用改它了。logo 的话，我们可以让它居中。里面的内容的话，就让它系统默认就可以了。因为 Omnisend 的话，它已经帮我们优化的非常非常的好了。点击一个完成编辑就可以。这里点击关闭。接下来只要有访客输入他的一个邮件，订阅了我们邮件列表，我们整个系统的话，它会全自动的运行，全自动的发送短信。可以来到我们的首页的话，给大家来看一下效果。我们点击左边这个在线商店那个眼睛，我们往下面滑动到30%左右，它会自动弹出我们的窗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窗口的话，邮件订阅列表的窗口大概30%马上起。那我们的邮件营销的话，就差不多已经设置成功。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做跨境电商比较热门的一个领域，一个按需打印。你可以在任何产品上印上你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图案，比如说你可以把任何图案印到你想印到的任何产品上，比如说手机壳上，包包上面，衣服上面，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给做得好的一个平台叫做 Printiful 的话，你只需要把你的图案提交到这个系统里面。你只需要把你的 Shopify 店铺与 Printiful 的话进行一个连接。当有人在你的店铺下单以后， Printiful 的话，它会把这个产品上面的图案印刷到对应的一个产品上面，比如说包包上面、衣服上面，然后印刷好以后，他们再直接就发送给顾客了。中间你不需要囤货，你也不需要去发快递，你要做的就是一个设计好图片，做好客服工作，做好你的店铺运营工作就可以了。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图片你可以用 AI 图片生成工具，比如说 Leonardo AI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你想生成什么样的图案，它都可以帮你生成对应的一个图案。有了 AI 的加持，那我们的创造力的话那我们就有无限的一个创造力。比如说我想把一个可爱卡通的小狗印刷到我们这个杯子上面、衣服上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个的操作流程。首先我们来到 AI 工具，比如说 Leonardo AI， 把我们的提示词粘贴到这里。下面的话选择我们的一个风格，这里面有很多模型，你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我点击一个生成。左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生成的一个比例，这边的话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它生成的时间，当我们的图片生成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它，把我们这张图片的话给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左下角这里一个下载，
有了我们的图片以后，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使用 Printiful 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然后再怎么样再把图片，再把我们刚才用 AI 生成图片印刷到我们的产品上面。我来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注册 Printiful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暂停视频，打开这个链接，跟着我一起操作一下。也可以用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这里的话填入你的名字填入你的邮箱，点击一个注册。这里的话会填入叫你告诉一下他你是做什么的。我们比如说选择第一个在线店铺你的身份是什么？个人的创业者，我们可以选这个。这里他问你每年收入多少钱，随便填吧，无所谓。这里呢你对什么感兴趣？衣服，比如说这里的话我们选好了，它会直接进入到 Printiful 的一个后台。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到的就是来设计我们的第一个产品。第一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产品。它的产品很多，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分类，这里比如说男装、女装童装帽子一些家居生活用品等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这件 T 恤，我觉得还不错，我点击一下它。我想把我刚才这张可爱的小狗印到这个 T 恤上面来。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黑色、蓝色、白不同的颜色的这个图案上，它都显示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是用刺绣，还是说印花等等，你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你的图案是怎么样一个形式都可以。让我选择中间这个蓝色，这里点击一个创建产品模板。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设计一下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刚才我们这个小狗的话传进来，点击这个上传，这里给我打上保存关闭，上传我们的图片。我们刚才小狗的图片就是第一张，我直接把它拖进来。好，点击这个应用一下。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这个背景移除一下。我们只要中间这个小狗的图片。好，你看，它直接都帮我们把背景给移除掉了。点击这个保存这个模板。当然，如果上面你还想打字也可以，你直接在上面打字也没有问题，看是吧？非常简单。左边的话，字的样式的话，你可以选一个。设置好以后的话，这个字的话你也可以更改。设好以后，点击右下角这个保存这个模板。这里的话，它系统的话就正在帮我们生成。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可以把 Printiful 的话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的店铺。我们点击最顶部这个 My Printiful， 我们可以把 Printiful 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网站。那这里中间有个开始，就是中间这个连接到你的一个店铺。第一步的话，产品已经设置好了，我们点击这个开始。这里的话可以连接的平台非常非常多，我们选择这个平台。这里它可以连接到 Shopify、SC、WooCommerce、Wix 等等，非常多 ，Webflow、亚马逊都没有问题。我们选择第一个 Shopify， 直接点击这个红色的，去到这个 APP， 左边这里点击这个安装，安装好以后直接点击右下角这个安装，点击左上角，我们已经有个账号，我们点击个继续就可以了。好，这里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邮箱。好，这样的话，我们的 Printify 的话已经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店铺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连接成功，这里可以点击这个增加产品。那我们刚才的话，因为已经创建好了，这里有个我的模板。这里面我们刚才这个 T 恤，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选中。你需要，比如说你这个 T 恤几个图案，黑色、还有蓝色、还有白色3个颜色你可以选。你需要有什么尺寸，你可以把它勾上。点击一个渲染，我们点击一下它，直接点击第一个就可以了。我们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一个。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衣服上的话就有我们这只可爱小狗的一个图片。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白色不同的颜色。这个 T 恤的一个样式非常的有意思，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继续。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你这个产品描述的语言，支持西班牙、日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等。这里的话是产品的描述都已经帮我们写好了，产品的标题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我们都不需要去写，但你后期你也可以改一下。下面的话都帮我们全部改好了。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价格，在 Printify 上面的一个价格，我们这里的也可以设置一下我们销售的一个价格，点击这上面，比如说我们统一进价的话是32，那我们可以卖个69设置。你看这个样的话，我们价格的话就设好了，设好以后点击右下角这个发布到提交到我们商店里面来。好，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狗
这里已经发布成功，我们可以来到我们 Shopify 店铺后台，点击左边这个产品，你可以看到最下面的话，点击这个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话，已经增加到我们的店铺里面来了。如果有访客进入我们这个页面下单了这个产品，那 24 的话，它会直接把图片印刷到我们的产品上面，然后的话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顾客里面。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可定制化的一件代发。那你可以在左边这个 order 里面的话，可以看到你的一些订单的一些信息。如果有访客的话，都会显示到这里面来。整个系统的话是全自动运行的。除了增加到衣服上，它里面也有很多的分类，你也可以印刷到杯子上面包包上面手机壳上面的话都没有问题。你看这里裤子上面，这些衣服、帽子还有杯子上面都可以加图案。你想怎么加都可以，内衣上面都可以给你加进来，还有一些刺绣加到你这些图案上面，杯子上面也可以加总之非常的强大。感兴趣的小伙伴，想做这种个性化定制一件代发的小伙伴，可以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平台，好好来研究一下我们的 AI 生成的图片。雷纳多 AI 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推荐给大家，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当我们的 Shopify 网站已经准备就绪以后，供应商也确定好了，邮件营销也准备妥当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引流量到我们的电商网站里面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流量引到我们的店铺里面来。吸引流量的方法非常多，有些产品的话适合进行一个内容营销、内容推广，有些内容的话可能更适合通过付费广告进行推广。内容营销你可以在 Instagram 也就是 IG 上面，或者说你在 Facebook 里面，也可以在 TikTok 里面发布。只要你的视频足够的优秀，平台的话会把你的视频的话推荐给更多的一个用户。而付费广告的话，这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你需要在平台上与其他商家进行一个竞价，你的广告与目标用户的话匹配度越高，那你就可以以更低的一个价格获取更多的一个潜在客户。首先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我们的 Facebook 广告。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个 Business Facebook，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就是它，你可以用你的 Facebook 账号登录一下。登录进来以后，我们可以首先来设置一个广告账户。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设置，这里有个增加账户，我们可以来增加一个广告账户。增加账户以右上角的话，我们可以来点击一个增加，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广告账户。当我们的广告账户增加好以后这个地方呢，它会显示出来。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Shopify 后台，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在线商店。在线商店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偏好设置，在偏好设置里面，我们在这里下面可以往下面拉，这里可以看到 Facebook 像素，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设置一下 Facebook， 然后这里需要安装一下 Facebook 这个应用，我们点击这个安装，还有点击右下角这个安装按钮。Facebook 我们这个 APP 安装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广告的后台，那同样我们点击这里。我们点击这个地方有个页面，我们可以来新建一个我们的品牌页面。点击这里点击这左边这个页面，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这里的话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Facebook 页面。这个页面的话可以以我们的品牌名作为一个标题。那因为我只是测试，我随便填一个。这里可以填一下你的分类，你做的是什么行业？比如说我做的是一个健康。下面的话你可以填上一些。接下来你可以填上你的一个简介，你的 Facebook 的一个简介，填好又点击下一步，这里打个勾，我们同意一下，点击创建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页面。他说我们这个名字不行，叫我们改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的页面的话已经创建成功，我们点击最右下角这里有个 done 有个完成，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一个 Facebook 页面。那你可以创建多个 Facebook 页面，那都没有问题。那当我们的页面创建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Shopify 的后台，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开始。首先的话，我们需要绑定一下我们 Facebook 的一个广告账号。首先我们需要绑定一下我们 Facebook 账号，我们点击这里绑定账户，可以选择我们刚才那个 Facebook 上面的一个账号，这里点击一个绑定。这里的话，它会选择一个管理 Facebook 上的数据共享偏好设置。我们选择默认这个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保存。这里有个关联我们像素代码来追踪我们的访客数据。
那我们可以点击最右下角，那我们来新建一个我们的一个像素。因为这个像素的话，它可以跟踪一下，比如说，那我们点击最右下角一个新建，它这里说将在提交后新建，我们先点击一个确认。等一下我们提交后，它会自动跳转，这个同意，然后提交审核。那这里的话，它会进行一个它会自动的帮我们完成一个渠道的一个设置。设置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在 Instagram 上面投放我们的广告了。这个地方它设置的话，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我是有凤，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跨境电商的知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先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我的频道是在油管上面，如果是你在其他平台看到，那肯定不是我发的，我只在油管上面发布的我的一个视频。这里的话我们已经设置好了，然后我们可以来到 Facebook 这个页面，这里有一个数据资源，我们这里有个 Pixel，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像素广告，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个是用来追踪分析我们的一个这个系统的话，刚才已经默认帮我们已经建好了这个。刚才我们一系列的操作如果作为新手你可能没有看懂，接下来让我解释一下我们刚才做了些什么。首先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像样的 Instagram 一个账号，因为我们如果想把广告投到 Instagram 上面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账号。这个账号的话，你可以来注册一个，设置一下你的头像，你可以发布一些贴文发布一些视频都没有问题。这个不仅的话可以让大家认识我们也是我们广告展示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在上面设置一下你的头像、你的 logo， 再发布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广告的一个账户Facebook 的话，这个就好像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开了一扇窗，通过这个广告窗户，我们可以把图片上传到 Facebook 广告里面，再花点钱让它出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它就像一个小侦探，它悄悄地藏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这种你是看不到的。它可以分析谁买了我们这个产品，这个访客看了哪些页面，这些信息的话都会传回我们的 Facebook 广告的一个后台，然后可以进一步优化它通过这些数据，它可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一个广告账户。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一个账户、广告还有像素这3个法宝。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来提交一个广告，等待 Facebook 的审核了。虽然这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刚才已经提交了，接下来 Facebook 它会审核我们的一个账户。审核的话，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咱们可以先进入一个广告管理器，开始来设一下我们的广告。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创建广告、活动、一个广告系列，还有一个广告，就是这最三个区域。活动就是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比如增加销量，设置一下我们需要定位的一个人群，就是 Ad Sets。而广告的话就是展示给我们的广告的话就是展示给我们的访客看的一个内容。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设置广告可能有点复杂，因为有很多选项和推荐，但是不用担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些基础的知识。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按钮，我们接下来教大家一步一步来创建。点击这个创建这里的话会选择我们的一个类型，广告类型。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行动，还有下面的我们选择，因为我们做电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销量，我们就选择最后一个销售你如果推广 APP， 你可以选择这个；如果你是卖保险的，你想获得一些线索，你可以选这个。但是我们作为电商，我们就选最后一个，点击一个继续。活动设置的方式有2种。我们选择第2个手动来设置一下。第一次的话，你需要先手动设置一下，了解一下里面最基本的一些信息。那我们点击一个继续。首先我们需要设置一下你这个广告活动的名字，这里你可以自己来写方便的话你自己区分你这个是卖什么产品的。那你可以在这上面把你的产品写上，说我是卖这个矫正器的。那第2个的话就是他问你有没有你的是不是卖一些，比如说你点点看信用卡、保险什么贷款之类的，我们不用管它。这里还要问你需不需要进行一个 A/B 的测试。作为新手，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这里跳过。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个叫做 ACB 的如果你不懂的话，那你可以交给 AI 来给你解释一下有时候我觉得 AI 的话可能解释的更明白一些。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的，你现在是 Facebook 专家，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 ACB。ACB 的话
ACB 它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广告商减少操作而推出的一些新功能。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自动的优化工具，让你的广告花得更值。虽然说目前这项功能的话还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希望它能够通过更多的机器学习，来为我们广告商的话带来更高效的一个优化。不过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话，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如果你要打开我建议大家初学者可以先把它关掉。等你先熟悉整个系统以后，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慢慢来测试一下它这些功能。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下一步。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广告的一个，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广告系列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要推广的是网站，我们就选择第二个 Weibo。这边的话，它会根据我们所选择的，给我们估算出我们大概的话能触达到多少人群，能转化多少单。那这边的话，它会给一个大概的一个预估。那这里我们选择网站就可以，我们往下一步。这里的转换目标，我们就选择这个最大化的一个转化，我们选择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像素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也可以来创建一个新的像素。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你的一个像素的名字来追踪我们刚才这个。点击这个创建，填入我们店铺的首页的一个地址，把我们的地址的话复制过来，我首页的网址的话粘贴过来，点击一个检查，它检测到我们是一个 Shopify 店铺，我们选择第一个，点击一个下一步，然后点击这个去到 Shopify， 点击一下它，点击右下角这个下一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输入我们首页的地址来验证一下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像素的话有没有设置成功。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安装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 MetaPixel。把这个插件的话，点击右上角安装到我们的浏览器里面。安装到我们浏览器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钉，把它钉到我们最上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 Shopify 的店铺的一个首页，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素 Pixel 的一个 ID， 可以点击一下，可以复制。我们在我们网站里面做了任何的操作，这个像素你看它都会帮我们记录。我们看了这个页面，看了我们的内容，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增加到购物车，它都会进行一个记录。你看，我刚才有增加到购物车，它这里已经帮我们记录，说明我们这个像素的话是安装成功了，没有问题。只有你像素安装成功以后Shopify 的广告的话才可以正常的一个运行。下面的话转换目标，我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目标的话不是增加到购物车，我们的目标是直接要成交，我们选择这个购买。刚开始做电商，那很多人会觉得需要大量的收集数据比如说追求加入购物车的一个数量。但是我认为的话，我们应该更多的话关注一下购买的一个行为才是硬道理。你不要被加入购物车这些非常早期的目标给迷惑了。真正的受众还有一个投资回报率的话，都藏在这个购买的行为里面。我们选择这个购买，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填每成交一单你愿意给多少钱。这里的话我们先不填它，往下面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预算，因为作为一个 Facebook 新手，我不建议大家预算调得太高，因为刚开始大概率你很多都不懂，很多你都需要测试。建议大家你可以设一个最低，因为你是一个新账户，这里 Facebook 的话，你每天的花费也最多花$6，你每个星期的话也只有花$35。你怎么样提高这个广告的预算花费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当你的广告账户慢慢有点击，慢慢有成交以后，这个广告的一个预算的话就会自动的增加。你现在想花更多的钱，你都花不出去。因为权重积累的话，它需要一定时间怎么样增加这个？这里有一个学习更多，那你可以来到这个页面的话，好好来看一下。那你怎么样可以提升一下你这个预算？它里面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先设一个$5来感受感受。这里开始时间你可以设置一下。如果说你还可以设置一个你这个广告结束的时间，但是这种结束时间一般我们很少设，一般都手动暂停。所以说这个不用设它。这里有个增加预算，在特定的时间它可以系统自动帮你增加预算，前期我们不需要不用管它。这里选择我们的目标人群所在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做了美国，我们这里国家的话我们可以来选择一下，先把中国，比如说我们中国擦掉。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美国，比如说美国 United States它下面的话会以地图的形式，你要投到哪个区域，就是美国哪个地方具体的区域它都可以帮你选择。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设的太小的话，你看右边的话，它触达的人群就比较少。我们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整个美国 USA， 你还可以增加更多的一个国家啊，加2个、加3个、加5个啊都没有问题啊。我建议大家前期在投广告的时候，这个区域的话，最好先选定一个国家进行一个投放。那你后期的话才好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那每一个国家的话，每一个地区你可以新建一个计划。我把这个删掉，先每天投个几块钱，感受感受。因为你可能总会犯各种各样的小错误，比如说你忘记了改密码，忘记了运费设置的对不对，或者说广告还有很多做的不够好，这些都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你需要不断的尝试，然后再慢慢调整。所以说，别一开始就投太多广告，慢慢来，等你出单以后。来逐渐增加预算。这里有个 Show More， 我们可以点开，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年龄，比如说18岁以上，这里就选18。这里它有什么兴趣，你可以来选一下18岁。然后它的语言，比如说我们投的，我们只要英语，我选择 English US， 然后我不希望其他的语言，因为我们做的跨境电商，我们要18岁到多少岁？比如说这里可以填一下，比如说我们年龄阶段在25到35岁之间，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年龄。在下面的话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可以填一下，点击右边这里一个浏览啊，你可以根据他有什么兴趣，那根据比如说他喜欢健身，可以选择健身。那这里面的话，健身什么样的健身，后面的话你可以打勾，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来筛选一下我们的一个受众。当然，你左边选的越多，那右边的话，你的一个可能触达的人群也就越少。那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设置。它这里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下。那这里有个购买行为，我们点击一下它，把这个勾上。比如说这个购买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勾上。这个模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啊，保存成为模板。下次如果你是同样的一个。下次的话，你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模板，你就不用每一次的话都来单独来选择，有点麻烦，直接点击保存就可以了。给你这个模板取一个名字，点击一个保存模板就行了。然后这里我们广告投放的位置，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这里显示更多。显示位置我们可以点击第2个，比如说我们可以手动来选择我们要投放哪些位置。比如说你只想投 Facebook， 不想投 IG， 你可以把 IG 的去掉就可以了。我建议大家前期的话都可以去投投到哪些地方广告大概的一个样式的话，系统的话都会告诉我们你要投什么样的形式，背的流还是说搜索结果投搜索投 APP 这里面都可以选。我建议的话，前期的话我们先让系统自动先去跑一跑，先让机器去学习一下，把它用我们选择自动就可以了。这里有个品牌安全，不要出现在什么内容当中，那这可以设置，可以排除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它里面有3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显示到所有的内容当中，你的广告可能都会出现。第二个的话就排除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可能没这么严。第3个的话是最严的，可以排除很多内容。我们选择中间一个也可以。全部选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下一步，这个广告的名字这里你可以填一下。你的 Facebook 页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你的品牌是哪个页面，你可以选择哪一个。因为刚才我们新建了一个新的页面，我就选这个。那你可以在你的页面里面的话，你看这边的话，它可以大概显示一下你的 Facebook 广告的一个样式，在这边，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那你的 IG 账户的话，你这里也可以选一下。那如果说你这里没有显示，你可以点击右边这里连接到你的账户。那你如果说你的 IG 账户的话，你已经注册好了，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连接，这里显示错误没关系，你刷新一下就好了。我们点击这个广告设置，这下面有一个创建一个新的广告，或者说用你之前已经设置好的一个或者说你用之前你的发布的一些贴文也可以。我们这里创建广告可以选择，这里我们选择这个手动上传，我们选择这个手动上传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单个视频或者照片，我们这里选一下，我们再继续往下面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视频，那你可以把你的产品视频的话给加载进来。那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页面。那如果说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视频，那你可以把你的供应商的视频的话给下载下来。那你想下载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在你的浏览器上装上一个这个插件 Video Audio Download， 然后点击右上角把它直接装到你的浏览器，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装到浏览器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这个图标，
来到我们的供应商这个页面你刷新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已经识别到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 npm 产品的一个下载地址，我们直接点击右边这个 download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它捕获到所有的视频的话都可以帮我们下载下来。我们下载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其中一个视频它帮我们捕获到了几个视频的一个下载地址，你都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二个视频我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二个的话，帮我们找到这个视频，那就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有了视频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Facebook 后台，点击这里增加视频这里我们选择上传视频，点击左上角这个 Upload， 把我们这个视频的话传进来。传进来后，我们点击它点击它以后，你在这里面的话可以来剪辑一下你这个视频都没有问题。你可以设置一下它，如果说你之前没剪好，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下它的时间，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一个视频显示的一个效果。这里它推荐我们用1:1，我们可以来选一下。有时候你视频的尺寸比例不对，那你可以用剪映的话来稍微修改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Facebook 的一个广告要求，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来到 GPT 来问一下。GPT 的广告视频格式需要 MP4， 最低分辨率需要600，那宽高比1.91比上1，或者说1:1，还有就是一个4:5、9:16、16:9了都可以，这些格式。每个视频的话不能超过4个 G， 视频长度建议的话在15秒以内，最长的话可以到240分钟等等你可以根据这个要求去制作你的一个广告视频我们点击右边这个档完成右边的话它就会帮我们显示一下我们广告的一个大概样式，你可以点击这个5按钮播放一下，这就是我们一个广告的一个样式感觉还是可以。那这种有这种感叹号的说明的话，我们这个视频的话可能格式或者尺寸不符合它的要求，那你可以点击这个笔你可以点击这个笔去修改一下。那你可以点击这个笔进行一个修改，或者说直接更改你原始图片的一个原始视频的一个格式、比例等等。那这里的话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广告的一些广告文本，我们的标题、我们的描述。如果说你不会写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样，我们把这个地方截个图截下来。那截下来以后的话，我们打开我们的 GPT， 那把这张图的话粘贴进来。还是因为 GPT-4o 它具有一个图片的一个GPT-4o 它具备一个图片的分析功能，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分析这个图片。我需要 GPT-4 的会员才可以进行一个使用，我这个是使用的 GPT-4o。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是一名专家，就是 Facebook 的一个广告专家，请根据以上的一个图片内容给我相应的一个文字。那我是比如说我是卖这种矫正带的GPT 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些广告的文案，我们直接可以复制拿过去用，因为它生成出来是一个中文，我叫它用英文。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是你不是很懂，那我们可以借助 AI 的力量来大大提升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比如说前面的我们的这个广告文案，我们就复制一下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的标题也来一个标题，标题的话它叫做重塑之事，舒适无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还有我们这个描述的话，我们也直接复制过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区域就设置好了，它会出现在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广告标题、广告内容它会出现在这些地方。我们再往下面拿这里的话有一个目标，你要投放到哪个位置？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首页的一个地址，或者说你直接对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链接，比如说我们推广这个产品，我们把它的链接的话复制过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当有人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下预览一下这个没有问题。当有人点了这个广告以后，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产品页面。这里可以也来一个显示的一个网址。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填入你的一个，比如说你这里可以填入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网址，你复制一下你的网址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简单一点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复杂。这里的话都不用填。那我们继续往下面拿。这里追踪追踪的话，它会通过我们的像素就进行个追踪，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数据，所以的话它会显示这个没有集合。一旦我们这个
产品有人进来，有人点击以后，那我们这里面的话，它会自动集合，就会有数据了。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右下角，那我们就可以来发布我们的广告了。你可以用你的支付宝、用你的 PayPal， 或者说用你的卡，都可以进行一个充值，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广告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广告后台位置的话，看到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些广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设置好以后，我们在广告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些广告。一个广告的话，到底投多少钱比较好？其实的话，只要你这个广告投出去能赚钱，那你投的越多越好。刚开始的话，你得花点钱看一看大概有没有一个效果。比如说你卖个1000块钱的一个商品，那自然的话，就会在你的广告上就会多投一点钱，因为找顾客还是有点难，因为你的产品越贵，可能你需要投入的资金会越多。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卖的是一个$50的一个东西，刚开始我可能会投个50块钱去试一下，因为产品比较便宜，可能它出很低的价格，我可能有很少的预算就可以拿到一个结果，因为价格便宜，肯定转化率相对来说比较高。那如果说我卖的一个几百美元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可能会投个400、500美元去试一下，再根据效果再来进行一个调整。那除了广告效果，其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每一次点击，或者说每一单购买的话，我们要花多少钱。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3条竖的杠，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你想看的一些参数，你想看的一些指标。我们点击最右下角自定义一些指标，比如说有多少人访问了网站，有多少人加入了购物车，有多少人进行了一个结账，完成了购买，这些数据我们都可以看。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指标，我们搜索一个 CPM。CPM 就是每展示1000次所需要花费的一个成本。我们可以把这个加到我们这里面来。在左边这些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点这个叉，把它关掉。还有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增加到购物车的一个成本。我们可以增加，比如说每一个加购需要花多少钱，我们把这个勾上，这里把它加购成本，我就可以来看一下。然后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ROAS。这个指标可以告诉你，就是你每花1块钱在广告上面，你能赚多少钱。比如说你的 ROAS 是3的话，就是意味着你每花1块钱，那你可以销售3块钱。那这个指标可以帮助你判断你的产品的一个投资回报率。我们可以勾上。那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勾上。我们还可以搜索一下 CHE， 就是这个 Checkout。我们点击一个勾，这个指标就是告诉你有多少人点到你的广告以后，开始了一个结账的一个流程。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指标告诉你有多少人被你的广告吸引，并且愿意购买你的一个产品。虽然说他们不一定最终完成了一个产品的购买，但至少他们已经走到结账付款这一步了。这可以帮助你判断一下你的广告做的到底行不行。选好我们所要的看的指标以后，点击一下应用。那这里的话就可以来往后面拉，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些，比如说增加的购物车有它的成本增加的购物车那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往右边拖动，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指标。一旦我们的广告开始投放这些指标数据都会显示到后面。其实我们的创意测试，也就是我们的测图测款，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产品好不好卖，需要经过一个数据的测试才能反映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的广告的话，越来越依赖手机你可以测试不同的一个创意，看一看哪一种效果更好。在测试我们的创意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的话记住以下这几点。第一个就是以下英文的话叫做 AIDA。A 的话代表就是引起一个注意 ，I 的话就是一个激发兴趣。D 的话就是产生欲望 ，A 的话就是 action， 就促进行动购买。那如果说你能达到这4个点的话，你的广告的话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广告。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的广告应该怎么样的做。因为刚才我们下的是供应商的一个广告图片、广告视频，我们下的是供应商的一个视频，还有它的一个图片作为我们的一个广告素材。那做广告的话，我们要做2种广告。第一种的话就是用来投放。做我们的视频，做我们的素材就要做2种。第一种就是用来做我们的广告投放所用到的一个视频，所用到的一个图片素材。另一种的话就是吸引我们自然流量的一些视频。
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视频，你就是在烧钱。你把视频上传到 Facebook， 塞了预算，你可能啥也卖不出去。为啥呢？因为 Facebook 的话，它就像一个 Facebook 就是一个竞价的市场，相似产品的其他商家进行一个竞争抢生意。所以说，如果你的创业做的足够的吸引人，能融入 Facebook 的一个信息流里面，还要能转化成一个销售。那如果你是新手，最好的办法的话，就是去学习看一下你的竞争对手是怎么样做广告的，学一下他们的经验。那不一定是直接的竞争对手，那类似的品牌也可以。那接下来我该给大家展示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怎么样研究我们的竞争对手，然后做出一个比较出色的 Facebook 广告。建一个 Word 文档，那等一下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数据的话，直接放在里面来就可以了。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个 Facebook Library 啊，它是一个免费的工具，那我们都可以用。点击就是第一个，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一下地区，我建议大家选择全部。分类的话，我们选择全部，这里填入你的一个所有广告，这里填入你要搜你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卖的是这种矫正带，我点击一下搜索，点了搜索以后，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广告，你看已经有其他商家在投放里面的广告了，他们的一个广告文案是什么，他们的广告主图是什么，他们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视频，那我们都可以来模仿参考学习一下，有很多，你往下面拉，有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步的话，就是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可以用 AI 来直接帮我们分析。那我可以先把这个地方，比如说第一部分，我们来截个图。我们打开我们的 GPT， 把我们这个图的话粘贴进来。我们再往下面拉，再把这个区域的话也来截个图，同样的话也发送给他。那继续往下面拉，你给的数据越多，那等一下我们的 AI 的话分析出来的一个数据也就更好。那我再来截一个，然后直接粘贴到这里面来。我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你现在是一名 Facebook 的广告专家啊，帮我分析一下这些 Facebook 广告啊，提取出一些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这个的话，用 AI 的话帮我们提取的话，速度的话非常快，比你自己去总结的话要效率高很多。如果他是用英文，你可以叫他看不懂，你可以叫他用中文GPT 的话会帮我们分析出我们这些竞争对手啊，他们的一些广告语，他们的一些图片。他帮我分析出来，比如说有效的广告的共同要素就是清晰简洁的信息传达。比如说主要优点，我们直接告诉他无痛感、舒适，就是背上这个东西你没有痛感，而且还很舒适，还能改善你的一个姿势。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号召，比如说立即订购、立即购买。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效果，就是前后对比照片，展示真人使用产品后的一个对比图啊，它这里也帮我们总结出来了。还有突出一些优惠信息、限时优惠特价等等，具体的广告学习点，它也帮我们总结出来了。使用大写字母或者说多个感叹号的话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这后面打上3个冒号，还有可以用表情符号来增加一个广告的亲和力。展示不同的场景的使用的一些效果等等，这就是 Facebook 帮我们总结出来的。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段复制一下，先粘贴到我们的 Word 文档里面，以便我们后续在做广告的时候对照它上面帮我们总结出的一些优点，我们来制作一个广告。因为你做广告之前，你必须要大概有一个方向，怎么样的做怎么样写，怎么样拍都必须要有。我叫他请根据以上内容帮我写一些广告语。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 GPT 它已经学习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训练让 GPT 学习了我们广告的一些优点，叫它根据我们这些优点来帮我们写一下一些广告语，比如说改善你的坐姿、告别背痛、高质量的一个什么全天候佩戴、缓解什么的它已经帮我们写好了。你要做的其实可以写好以后的话，这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的一些广告语。下次我们在设置广告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复制到我们的广告语里面去。你可以叫它翻译成一个英文也没有问题，因为刚才它是中文，这是英文的话就帮我们翻译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应该怎么样做。有些的话，你看它里面的话是有视频的，比如说这个的话，它是一个视频，这个人弯腰驼背，而且肩部可能有些酸痛。接下来然后有个人过来以后，给了他一个产品，他戴在身上以后，整个人就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你看整个背的话就直了，
我们可以模仿到它这个视频来做。它这个而且是有声音的，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还是刚才一样，我们可以用我们刚才安装的一个插件，直接就可以把我们这里面出现的所有的视频的话，都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我们随便点开，你看它发现了600多个视频。我们随便来下一个，点击这个下载按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下载好的一个视频。Transform your hair to the adjustable back posture corrector vibration press. This innovative support. 这就是它帮我们下载好的视频。视频下载好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用到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剪映。那我们可以在剪映里面来进一步分析一下，看它的每一个镜头。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开始制作，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视频导入进来。点击左边这个导入，直接可以把我们刚才的视频拖进来。拖进来以后，我们再把它拖到这下面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放慢速度。比如说右上角这里有个变速，你可以把它速度变慢点，慢慢的看一下它里面的哪一些做的比较好。我们可以模仿来制作一下。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这里文本，这里有个智能字幕。如果说它是用的一个英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识别出来。你看这里字幕的话，直接都已经帮我们识别出来了。识别出来以后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导出，我们可以把它脚本的话直接导出来。我们视频不需要导，我们只导出它的字幕。字幕格式的话，我选择 TXT， 这里点击一个导出。导出以后，我们可以打开文件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文本。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竞争对手它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脚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你可以多把几个视频的一个脚本的话给下载下来，转换出来。你可以来到 GPT， 把我们的脚本的话发送给它。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提示，根据以下脚本帮我生成出一个热门的一个视频脚本。AI 的话，它就可以根据我们竞争对手的一个视频脚本来接下来帮我们生成一下。开场的画面是怎么样，配音是怎么样，产品介绍，产品的一个配音，产品的功能展示，整个流程的话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快速。如果说你对上面它生成的内容不满意，那你可以叫它重新帮你生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快速制作出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脚本。通过这个有了视频脚本以后，你可以根据这些视频的脚本来跟着一起拍。你也可以交给这些专业的机构帮你拍摄。那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机构，那它都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创作，而且他们做出来视频的话可能还比较专业。你们可以在 Google 里面去搜索一下相关的关键词，比如说 TikTok 的一个机构，这里面有他们的网址，你可以点到他们首页去看一下，叫他们帮你拍摄一个视频。或者说你可以来到 Fiverr 上面的话，来找一些专业人士帮你来制作也可以。你可以搜索一下 Facebook 的广告视频，上面的话有很多人的话都在帮别人做。你看这个的话，光评论数就有700多条，光评论数有600多条。他们是一些专业的制作 Facebook 广告的一些高手，那你们可以来联系他们。这边的话有它的一个价格，它可以帮你剪辑视频，可以帮你写视频的脚本。一个35秒钟的视频大概是$50。总之你有不会的都可以来到 Fiverr 上面来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做。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免费流量。那你可以试一下现在非常主流的一个社交媒体，比如说 Facebook、IG 或者说油管，你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内容的一个创作。因为现在这些平台的话都喜欢扶持这种有内容的一个创作者。那以 Facebook 以油管为例，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话3年前发布的视频超过了23万的一个播放量，也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矫正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矫正带，它可以评测我们这些市面上的一些矫正带。而且油管上面发布视频有一个好处，你今天发布的视频在未来几年之内有可能都可以帮你带来一个流量。你可以在视频下方可以放上你相关的一个产品的链接它可以直接跳转到你的产品里面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的话，它是直接推广亚马逊上面的一个产品。你也可以找这样的达人进行一个合作，把你的产品寄给他好好联系一下，没准的话他也可以帮你推广你的一个产品。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在 IG 上面，那我们都可以搜索这种关键词，其实有非常的内容，那有很多这样的内容，他们都在做很多，随便搜了一下的话，可以出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那既然大家做，肯定说明这个能带来一定的免费的流量，肯定是有效果的。油管上有一个频道专门卖这种刀剑的，他的粉丝的话突破了1300万，他的视频的话，那他每个视频的话都是围绕着他的店铺销售的这把刀来进行。他光靠油管上这个免费流量的话，应该都卖出了。压力保护你的网站，使用 SSL 凭证加密您网站的数据。We just got dropped off in the middle of the wilderness with only katanas. 他光靠这个 Facebook， 他光靠油管上的流量的话，应该就卖出了几千万美金的一个产品，非常的厉害。下面的话会有他产品的一个链接，那我们点击一下它，它会直接跳转到他的一个独立站，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独立站，我可以看到，而且他卖的都还挺贵，189美金一把刀，这个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Shopify 制作的一个店铺。关键是的话，你需要持续的进行一个内容的创作，调整一个视频的内容，那你还可以配合一下 Facebook 上面的广告。而且它这个网站活动还很多，进来会跳进来让你抽一次奖，看一下旋转到哪个位置，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邮箱，那成为它的一个邮件订阅。这个频道的成功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内容的话制作的非常好，他们应该花了非常多时间和精力来创作这样的内容。做这种视频内容的话，可能刚开始的话见效的话非常的慢，刚开始可能偶尔能给你带来几笔订单。当然的话，有些的话它可能是通过广告进来的流量，但是我们要找那种可以持续、可以复制的、容易走红的一种内容的一种方式。那你比如说，你可以打造一个你行业的一个知识 IP。有了流量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我们的整个网店。那怎么分析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网店上面安装一个Google 分析。那我们在 Google 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 ，Google 分析。因为 Google 的话，每天的话有超过50亿的一个搜索量，来自 Google 的流量的话，机会非常的大。即使是说现在有来自短视频、来自社交媒体的一个冲击，但是 Google 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流量平台。那我们既然有流量，那我们也不能放弃。因为 Google 广告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投放，可以把广告投放到我们的油管，也可以投放到很多网站上面，都没有问题。搜索出来以后，第一个就是它，我们点击一下它。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开始，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注册一个全新的账号。我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开始，我用我的 Gmail 邮箱登录进来。登录进来以后，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开始。如果你进来的一个界面的话，它是英文，你可以拉到最底部，把这个英文的话改成一个中文的简体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立即开始使用。好，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开始。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一下你要分析的一个网店的一个名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店铺的名字的话复制进来，填到这个地方，只是方便你自己的一个区分。上面填好以后的话，我们拉到这下面的3个默认都把它勾上，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填写一下你的一个媒体资源的一个名称，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下 Shopify 时区，你可以随便选。这个币种的话，你可以选择美元。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商家的描述我们可以选一下行业类别，比如说我们做的是这种矫正带，是贝贝佳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属于一个健康类的一个产品，我选这个健康。业务规模多少员工，这里随便写不重要，点击下一步。这的话选择你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目标的话都可以把上面几个的话选上，提高线上销售，发掘潜在的客户。提高品牌的知名度等等，点击一个创建，下面这个勾点上点击我接受，这里的话我们就有创这里的话我们选择平台，我们选择网站，这也可以填入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网址，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 Shopify 点击这个眼睛，把我们网站的首页的地址的话复制过来，填入这个地方，把前面 HTTPS 这个去掉，重复的去掉。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一个你的网站的一个名字，这里点击一个创建并继续。好，这里安装测试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用管它，我们可以把它关掉。这里的话我们也先不用管它，我们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点击一个下一步。这里的话显示正在等待一个数据的收集，我们点击继续前往首页，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这几个的话，你觉得你如果想了解这些信息，那你可以把这些都
我保存一下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这个偏好设置我们来点击一下，偏好设置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一个 Google 分析啊，我们是这个东西，我们点击一下设置 Google， 我们点击右下角这个安装，把这个 Google 这个应用的话安装进来。安装这个以后的话，等一下我们设置 Facebook 广告的时候的话，也是在这里进行一个设置。好，我们先把这个分析的话先装进来。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关联我们的 关联我们的 Google 账号，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关联，点击个继续。啊，这里是所有的话都有填允许。这里关联 Google 的分析媒体资源啊，这个地方它自动的话已经有了。我们点击一个关联，然后立即在 Google 上面展示你的产品，提升销量。这里的话就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 Google 的一个广告。那我们可以随便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产品名字。当然了，我们需要把 Google 的话换成一个 USA 美国，因为默认的话是香港。点开美国 Google， 然后搜索相关的关键词。那我们可以看到最顶部的话就是一个广告。如果说你也希望你的产品的话出现在 Google 的搜索的第一名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投放设置我们的 Google 广告。那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个 ads 点 Google， 第一个我们选择这个 Google 广告，点击一下它，然后拉到最底部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繁体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中文的简体，点击右上角这个立即开始。然后它设置 Google 广告的话，跟我们的 Facebook 广告的话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它要比 Facebook 广告稍微要简单一点。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按钮，可以创建我们的广告。那我们选择第一个活动，这里面的话，它的推广方式，我们要卖东西，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商，我们选择第一个销售。然后在下面的话，选择一个活动的一个类型。我们要做的，你要做搜索广告啊，展示广告，或者说购物的广告，我们要做的是这种购物直接卖东西的这样一个广告。那它们的区别就是在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Google 搜索出来这样一个 shopping， 就是购物广告。我们下面呢那这个的话就是赞助商广告，也就是我们第一个的话搜索广告。那你要做搜索广告也可以，但是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刚开始可以做这种直接购物的一个广告。让它出现在 Google 的搜索结果最顶部，因为这个很明显，因为你做这种赞助商的广告的话，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它只是显示的一些文字信息。那我们选择要运行我们的购物广告，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商家中心的一个账户，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些产品。我们点击这个创建，这里填上了我们的一个品牌名字啊，我们的一个域名，然后我们注册的国家、地区啊等等。因为在中国，我们直接可以选择中国，点击一个创建。在下面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购物的一个广告，点击一个继续。因为 Google 广告的话，它设置起来其实更省心一些它就像那种设置好就基本上不用操心这种感觉。刚开始可能需要稍微调一下，但是后面就比较轻松了，基本上你每周看一下就可以了特别适合我们比较新的品牌。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活动的名称，那你可以这里填上你的一个品牌的名字等等的，方便你自己区分就可以了。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 CPC， 你想出多少价格，或者说你可以按这个 ROI 进行一个出价也是没有问题。或者你如果想获得更多的点击，你就选这个。刚开始你可以选择这种按 CPC， 按点击一次多少钱来进行一个设置。你可以设置一下你每天的月预算，刚开始的话你不要设太高每天花个$10先去感受感受。那广告的话会出现在 Google 搜索结果里面，那我们把这个包含上。你的广告要投放的地区，那这里的话你要做的美国市场或者说欧洲市场哪个国家，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我这里选择了美国，或者说你可以输入另外一个国家都可以。这里的话刚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第一个的话就是所有的国家或地区，第二个的话就是美国或加拿大，第三个就是美国。我建议大家前期不要把广告投得太分散了，我们先集中测试一个国家地区先试一下效果。目标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这里可以增加一个广告主的名字，这里设置一下你点击一次愿意花多少钱，比如说我点击一次愿意花0.5，这个它是人民币，那可以刚开始价格也不一，你可以先
出一个，刚开始价格你可以试探性出一下，看一下，等一下广告投放一段时间以后，那有没有人点击？如果说没有人点击，你再加价就可以了。点击左下角这个创建活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点击这里进入我们的后台去设置一下，点击开始。这里的话可以展示你的一个产品在 Google 上面。然后我们这里去到我们的一个 Google 油管或者 APP， 我们点击跳转，这里点击打开，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 APP 的话装好了。这里请确认你的网店增加了联系信息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点击确认一下。这里可以关联我们的一个 Google 的一个账号，那我们点击这边这个新建，这里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账号。创建新的账号，点击一下关联。这里的话，输入我们的手机号，因为等一下这个手机号我们需要验证嘛，这里需要填一个你真实的一个手机号。点击右边获取一个验证码，点击一下验证。设置我们的一个 feed， 商品同步设置的话，正在同步我们的产品，不用管它。这里选择为一下我们的目标国家语言，我们这里选一下，我们选择美国英语没有问题。运费设置我们可以随便自动导入运费信息保存。好，然后这里点击我已阅读这些条款，点击一个完成。这里商品状态零件商品通过这个应用销售已批准零件都没有批准，可以点击一下这个。那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的商品的话可能需要1个小时才能同步到我们的 Google 商品的中心。如果说这里没有展示的话，我们等一下回来看就可以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开始，按它的步骤去设置一下就可以了。Facebook 广告因为这里同步还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这里先不用管它。Google 的话，它还需要3到5个工作日来审核这个产品，这里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那这个大概就是油管的一个广告设置的一个流程。那如果你预算够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帮你设置一下 Facebook 广告也可以，因为刚开始你可能不是很懂，你需要花一定时间去学习优化整个流程。那我讲的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创建的流程，后面还是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要做的话，你可以来到Fiverr搜索一下 Google Ads。上面的话，因为 Google 广告的话已经非常的成熟，那懂这种 Google 广告的人才的话也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可以在 Fiverr 上面搜索，比如说这个人，他可以帮我们设置管理我们的一个 Google 广告。那里面有很多人，那你们可以去选一个评价比较好、销量还可以的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4.9分光评论数的话就超过1000，那可能这个人的话他还比较懂。那我们可以试探性去联系一下这个人，看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下这个 Google 广告。第一次的话，你可以请他们帮你设置一下整个广告。油管平台上的话，也有很多大神的话在说，因为 Google 广告的一个设置，因为 Google 广告的话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相关的教程非常多。刚开始只是让你先自己操作一遍，那熟悉一下整个的流程，那每一步该怎么样做。以后的话你自己管理起来的话也会得心应手，而且这些经验的话还可以培养你创业的一个心态，让你知道你擅长什么东西不擅长什么东西赚钱以后的话你就可以合理的分配这些工作了。说到工作的一个外包如果说前期你一个人有些东西你搞不定，一些基本的工作需要做，如果是你是一个人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前期你可以找一些兼职来帮你完成，把我们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可以外包出去，把你的精力的话放到更重要的，比如说选品上面去。因为跨境电商要成功，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3分靠运营，7分靠选品，那产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找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外包人才，那我这里主要有几个渠道。第一个的话有 Fiverr、Upwork 也可以，Upwork 和 Fiverr 的话有点类似，都是属于这种外包的这种平台。那里面的话都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专业的人才来帮我们做一些网上的一些工作。那还有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的推特上面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聪明的人。那还有一个平台叫做领英，那领英上面的话，它是更适合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招聘方式。Fiverr 的话就比较适合一些初创的公司你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上面招人了。根据我的经验，不同的职位那也可以适合不同的一个平台。
那 Fiverr 在招这种创意的人才的时候的话，都特别的强，因为很多时候的话，语言并不重要。很多这里的自由职业兼职的人的话，他的母语都不是英语，但是只要能力到位，那就没有问题。那不仅是创意，像数据分析啊、建表格啊这种运营的一些基本工作，那 Fiverr 上面呢也可以找到很多人。不过的话，像 Facebook 广告这种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的，那因为 Facebook 广告它发展的比较快，那真正找到真正的高手还是有点难。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可以好好学一些基础知识，还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样在 Fiverr 上面找到一些专业的人才。你注册账号以后，你点击右上角你这个头像，这里可以发布一个需求，这里的话可以填入，这里可以对你的项目的话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填，没有关系，还是我们可以用 GPT 用 AI 来帮你填。我们把这个地方截下图以后，我们同样打开 GPT， 然后把它的图的话直接粘贴进来。我给它提示词是这样的：假如你现在是一个非常懂行的一个 Fiverr 人士，我准备在 Fiverr 上面找一些帮我做个高转换率的 Shopify 的一个网站，帮我填上图上的内容因为这里需要填入我们的项目介绍，这里填入我们的需求，那 GPT 的话就帮我们生成好了。这就是帮我们创建一个高转换率的一个 Shopify 的一个店铺，这个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就找人来帮我们设计一下我们的店铺，优化一下我们的店铺，让我们的店铺看起来更专业，同时的话，我们的转化率自然会提高。我们需要的一些需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复制下来，粘贴到这里面来。这个就大概我们的一些需求。如果它生成出来的一些东西你看不懂，你可以叫它翻译成中文。我们对它的要求可以看定制 Shopify 的主题设计，移动端的一个设计，搜索引擎优化，支付接口的一个集成设置产品页面，安装营销等必要的插件，网站上线后的一个继续支持，还有维护等等，这就是我们需要寻找的这样一个人才。我们点击下面这里有个继续这里可以选择你的一个分类。我们可以选择 Shopify， 这里可以选择你的行业，你的店铺是做什么行业的，这里可以选一下。这里选择一下你的网站的一个类型，我们选择 e-commerce 电商，点击一个继续，然后这里你可以填入一下你愿意花多少钱去找这样一个人。这个价格的话，你可以填个比如说$100。你的预算的话是灵活的，我建议把这个勾上。也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人才，你愿意出更多的价钱也没有问题，把这个勾上。这里的话，它给它一个时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间，选择点击下一步，右下角，这里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刚才发布的一些需求。这里有个提交，获得一个匹配，点击一下。你可以用你的 Fiverr APP 扫一下这个。如果有人联系你，你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消息，点击这个开始。另外一个平台的话就是我们的 X.com， 也就是我们的 Twitter 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些行业的一些人士，因为它里面的话有很多高手。比如说你要做 Shopify，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搜索一下 Shopify， 比如说 Shopify 关于 Shopify 设计方面的一个人才，它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第一个。这个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它可以帮助 Shopify 店铺在不增加广告费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一个客户，创造了超过1500万美元的一个收入。可能这个人的话就比较厉害，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也可以给他私信，给他发消息。在 Twitter 上面找到人的一个优点的话，你在这上面可以找到一些更高质量、更专业的人才。虽然的话，他们收费可能会比 Fiverr 上面稍微贵一点，但是他们的效率、还有专业性、还有技术的会强很多。那我们这里看到 Fiverr 我们刚才发布的需求这里的话已经有人感觉在接单了，这里我们点击一下来看一下你看我们刚才发布的需求，这个人他说他可以 Fiverr 的反应速度的话是可以非常快。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了什么。他说他已经阅读了我们项目安排，他非常符合他的一个特长他是做什么的，他在什么方面特别有经验，做过很多项目他可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和他进一步联系。刚才看到右下角的话又有一条消息，这里的话还有一个人他也联系了我们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里的话他跟我们打招呼了你可以这里的话稍微回应一下他，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来
这两个的话，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可以进一步和他们联系。后面的话可以开一个比较双方都比较能接受的一个价格。在推特上面找人的话，可能你需要花费更多的一个沟通的时间。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给他们沟通，那你可以来到 GPT， 那 GPT 帮你生成一些话术。那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子的。那我想在推特上面找人的话，我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甄别候选人提出正确的问题来评估他们的能力和经验，比如说询问他们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以往做过一些什么项目等等。下面的话，他就是给了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问他：你有多少年的一个设计或者研发 Shopify 网站的经验？能叫他分享一些之前设计的 Shopify 链接吗？这个我们都可以来问一下。这里的话，他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在同样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 Fiverr 上面，我们把这个发给他，我问他有没有之前他设计好的一些店铺给我们看一看，我可以把同样的问题的话发给这个人，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回复。还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招聘平台就是领英，在领英上面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高手，在欧美国家地区，特别是在美国非常的受欢迎。你可以在领英上面的话发布你的职位的信息，那甚至的话你可以付费推广来吸引更多的人才。另外的话，领英的话还有一个工具叫做这个，它可以帮你找到在其他公司担任类似角色的一个人才，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一个联系。无论你是寻找一个全职员工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兼职人员，领英的话作为一个全职的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平台，那你都可以来试一下。如果后期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Fiverr 上面的朋友的话，他已经把他的一些案例的话发给我们看了。他说可以，他说给他一些时间看一下。这个朋友他已经把他的一些案例的话发给了我们。上面他说的所有这些工作就是帮我们 SEO， 只要$299。所以说如果你愿意出钱，那很多人的话都可以帮这些基础的工作帮你做好。我看一下他会帮我们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只要$299。让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设置一个广告，更好的视觉效果，更好的用户体验，创建页面，增加政策社交连接集成，店铺优化，购物车付款设置，发货设置，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基础的设置。刚才有风其实已经在整个教程中都给大家分享了。如果你找人家帮你做，那你需要花上$299。今天我们整个流程做下来的，在Fiverr上面找个人帮你做。如果你自己学会了以后，那你也可以来到Fiverr上面来接单，像他们这样帮别人完成工作，挣个$299，换算成人民币就是2000块钱。2000块钱对于我们优化一个店铺，他刚才提到这些基础的话都非常简单。1天就可以搞定，1天就可以挣$200多，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可以。那它下面的话给了我们一些案例店铺，你都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些页面的话，感觉还是非常的漂亮，都是他做出来的。这个人的话应该还是非常厉害。我们可以来到他，你还可以去到他的一个你还可以点击这边他的头像去到他的主页来看一下，他的评分的话就有900多个人评论了5分，说明的话这个人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水平。下面的话就是他做的一些案例，5颗星的话都有900多个，说明的话整体他服务的客户的话还是非常的满意。多看一些案例的话还是没有问题。这个页面还做的挺酷的，也是刚才这个兄弟做的，还是可以，有点水平。下面的话该有的都有。那最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话题，红人经济，也就是我们可以来找网红进行一个合作推广我们的店铺。那找网红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就是你自己找，第二种我们可以找经纪公司、找机构来进行一个合作。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我们自己怎么样的找。现在的话，因为社交媒体非常非常流行，比如说油管、TikTok、IG， 非常多平台，还有 Pinterest。有许多大品牌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品牌做的相当不错，它基本上就是靠这种网红达人做起来的，而且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整个页面的话做的也非常非常的专业，这种运动类的一个服装。网红营销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搞太复杂的广告和技术了。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它不容易大规模的一个推广。想让你的一个网红，想让它的效果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你就得联系更多的一个人。
需要找更多的一些达人帮你进行一个推广比如说我们以 IG 为例，就是 Instagram。比如说我是做户外设备的，做一个登山设备的，那我们可以来到 IG 上面搜索一下，这里我们可以搜索一个登山我们要找的就是这种登山类的一个达人。比如说这个达人他有3万的粉丝，那他做的都是这种，你看这种户外探险类的一个视频，感觉非常的厉害。刚开始的话，你最好用一个注册你一个私人的一个账号去联系他，去关注一下他。那这里也是一个这样的人。那如果说你直接用品牌的一个账号去给他发消息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推销员，那专门给他发广告的那他就不太容易搭理你。那如果说你能以一位比如说年轻的创业人的一个身份出现，那他们可能更愿意跟你合作。比如说我们刚才搜索，我们是做这个户外用品会搜这种探险登山相关的一个网红合作，我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 follow 他他下面的话会推荐更多的相关的一些账户给我们。那这些人的话可能也是做这种户外登山，也是对这种方面也是跟他这个账号可能有点相类似的一个账号。那你要做的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甄别去筛选。那刚开始你比如说你找到一个网红，你想联系他，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 message， 可以跟他发消息。那这个消息的话怎么发呢？我这里有个简单的格式，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比如说你好某某某，我刚开始我开了个创业小项目，做的是比如说登山装备，我的品牌叫什么，特别想送你一套试试。那我们把这个消息的话先给它丢出去这里点击发送，简单直接一点发过去，静静的等待他的回复就可以了。说实话，这个过程有点费劲，有点费力。你可能联系100个人，那可能有10个人会回应你其中的话还有2、3个、3、5个可能会答应愿意帮你推广你的一个产品。你找达人，自己找达人找网红，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非常的正常。那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的预算的话可能会比较紧张，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答应帮你做一次推广一旦他们发布到内容，那你就可以寄出你的产品给他并且的话给他设置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码。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 Shopify 店铺里面追踪这个优惠码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看看这些网红的话到底的话给你带来多少的一个流量。当然了，如果他们发布的一个视频内容火起来，那是更好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考虑长期与他进行一个合作。做创业的话，真的非常的难，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非常非常多。那 IG 上面同样的话，这个方法适用在 TikTok 上面，那也是可行的。同样，你可以在里面搜索你品牌类的一个关键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联系。如果说你预算比较充足，那我们可以把这种事情的话交给第三方的机构来帮我们做。比如说 LTK， 它是美国的一家比较专业的 MCN 机构，他们签约了很多达人进行一个内容的持续输出所以他们就是一个签约达人进行内容输出和变现的一个公司专门搞这种网红博主的一个营销他们通过一些比如说联盟营销，把网红和我们的内容的话变成钱，这样的话品牌和网红都可以赚到钱他们做这一行的话已经做了10几年了，非常专业的一个平台，吸引了很多网红。所以说 LTK 他们手上有很多这种网红资源，这些数据而且都是真实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数据，你还可以看到网红和其他品牌的合作的一个效果。LTK 它还和很多联盟营销平台的话还有合作，我们网红发的贴纸效果我们都可以追踪到，比如点击量、订单数销售额这些的话都可以追踪得到。除了一些基础的一些合作方式的话， LTK 的话它还可以帮你定制一些合作的方式，比如说选定特定的网红在特定的平台发布特定的内容都没有问题，那只要你愿意出钱。如果你在做品牌出海、网红营销或者说联盟营销的话，特别是你做一些时装、美妆、家居类这些领域，那么 LTK 的话你可以来尝试一下。那的话说到合作方式的话，有一种叫做白名单或者说按贴的一种策略，你可以让达人通过他们的一个 IG 账号 Facebook 页面进行一个推广，
它可以直接将这些页面连接到你的一个广告管理里面。这样的话，你的广告就可以很自然的出现在他们的一个首页里面，吸引更多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顾客。那如果你是新手，或者说你的网站的还没有第一个订单，建议你先不要直接支付一个费用，你可以先给他们送一些你的礼物礼品，还可以把你的产品直接送给他们。你可以先学习怎么管理这些关系，因为达人他的一个收费差异真的非常的大有些好的达人从几百美元、几千美元，甚至几十上百美元的都有它的影响力越大，收费的话就越高。所以说价格的话是根据它的一个品牌价值来进行一个确定的。到底哪一种达人比较好？这个的话，我认为的话取决于你的一个产品。在 IG 上面的话，现在的话内容的话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饱和。但是的话 TikTok 这种短视频，因为这2年特别火，上面的话机会特别特别的大更容易的话在 TikTok 上的话更容易产生一个爆款的一个视频。油管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油管达人的话，我觉得的话，它与观众的话有更深厚的一个情感联系。但是你想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达人还是有点难度，因为油管的话它是做一个长视频的一个平台，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你一旦找到一个达人呢与你合作，他发布的视频可能明年后年的话都可以帮你带来流量。短视频就比较快了，可能一条视频火过以后，后面的话都没有流量了。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批发零售。那如果你的这个品牌真的做起来以后，因为我们在我们中国产品的话确实非常有的优势。如果说你能真正打造起一个好的品牌起来以后，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进行一个把你的货铺到零售店里面来，你可以进行一个批发零售，你可以把你的货铺到一些零售店里面来。比如说像这个 Fair 这个网站，它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主要是面向北美和欧洲市场。这个平台的话，它可以连接一些独立品牌和本地的一些零售商，直接把你的产品的话铺到这些实体店里面来。但是可能费用的话前期会比较高，这个是对于如果你做大以后可以考虑一下，前期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有这方面的一个渠道。最后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客服的一个工作在客服工作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新开的店铺可能前期你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产品的一个瑕疵库存不足。如果说你想让你的一个品牌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因为国外的话，比如说这个 Trustpilot 这些网站的话，他们可以在上面发布一些评论，还有说比如说这个 Product Review 也可以发布他们的一些评论在上面，因为看的人这2个网站的一个影响力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前期你一定要做好一个客服的一个服务工作。如果这上面的评价比较好，你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好的评价截图出来比如说这个5颗星的你可以截图出来，还可以放到你的产品页里面来，也可以形成你的一个背书。要是说如果说你的产品在 Facebook 上面投放广告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负面评价的话，比如说有人买了你的产品给了你差评的 Facebook 的话，它很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差评更多，它很有可能会封掉你的广告账号。它是通过邮件进行一个回复，邮件回复客服的速度的话可能比较慢，刚开始如果你订单比较少还比较好，那你可以用免费的邮件回复就可以。但如果说每天的邮件多了，比如说10封8封几十封，那你可能的话就会有点乱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安装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工具，我们可以在应用里面来搜索一下。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 GUIGIA， 它可以和我们的 Shopify 进行一个同步。那你创建个账户，连接一下邮箱，再设置一个 Shopify 的一个实时聊天的功能，就跟我们在淘宝上面的一个千牛一样。顾客体验的话马上就上来了，因为邮件回复确实比较慢，我们搞个实时聊天，快速的解决客户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回复邮件，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先把这个 APP 安装到我们的店铺里面来，点击左边这个安装，那它可以帮我们回复邮件，那系统的话会自动同步到顾客的邮箱里面。同时的话你也可以看到 Shopify 的一些订单信息消费金额、配送、物流配送的一个情况甚至你还可以在里面设置一个自动回复，点击这个安装。
来，我们可以第一次进来，你点击这里创建一个账号，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密码。第一次进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创建我们的一个渠道，我们点击这里创建，也可以设置一下，你要设置实时聊天，我们选择第3个。那这里的话，这里聊天的标题，那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左上角这个，你可以用上你的品牌的名字都可以。这里的话，默认的语言你可以设置一下，它支持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意大利语等等。那我们选择这个英语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增加更多的语言进来，也可以。选择一个，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平台，我们选择这个 e-commerc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商。那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店铺，这里已经连接好了。这里我们选择允许一个实时聊天，点击一个创建。右边的话可以大概看到我们这个聊天窗口的一个样式。那你可以看到它有2种展现的一个形式，你可以选一个。我建议大家选择左边第一个，点击一个创建。右边这个按钮，你知道它怎么显示？你说是这种聊天，还是说直接显示一个小的图标？我们这里可以设置。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小图标就可以，简单一点。当然的话，这个颜色的话，你也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红色、橘色啊，什么颜色都可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品牌来，比如说我品牌是这个绿色，可以选择绿。那下面这个图标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成这个颜色。那下面的话它会变。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下一步。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个。接下来这里我们可以来快速的一个。接下来我们来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快捷的一个回复，把这个快捷的回复给打开。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那比如说第一个快捷回复，它会显示到这里。你可以把你店铺一些常见的问题的话，可以来设置一下。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如果你自己懒得写的话，那我们可以交给 AI 的话来帮我们写。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的 GPT。那我们可以来到 GPT， 先把我们的产品的话截一张图。我们把这张图截下来，回到我们 GPT 这个里，按个键盘上 Shift 加回车键加 Shift 加 Enter 键，把我们的图片的话粘贴进来。我给它提示是，我是卖矫正带的，我准备设置一些快捷回复，请给我一些常见问题及答案。那我们叫 GPT 来通过大数据帮我们分析一下顾客最经常遇到的这些问题。那 GPT 的话，它会直接给我们这些答案。那比如说这个矫正带适合哪些人群？那它的材质是什么？它如何清洗？那每天应该佩戴多长时间？矫正带可以在衣服下面穿吗？你看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常见的问题。因为我们给了它这张图片，它可以分析我们这个图片以后，根据这个图片来帮我们设置一些答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复制一下这些快捷回复，回到我们这个后台，把我们的问题粘贴到上面。然后在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答案的话给加进来。下面如果还有更多的一个问题，那你这里可以点击一个增加第2个问题。同时的话，你可以把你第2个快捷回复的一些问题的话粘贴进来。那这个同时的话，都一样把它打开。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减轻我们的客服的一个工作。这下面的话还可以增加，我们可以加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同时复制一下，粘贴进来，把这个开关给打开。同样的，把下面的话给复制进来。同时，它这个最多的话可以设3个快捷回复。设好以后的话，我们都把它打开，点击这个下一步。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快速安装到我们的 Shopify， 点击一个安装。这里的话，它显示一个已激活。那我们记得点击一下右上角这个保存按钮。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3个点，点击这里有个查看，我们可以来首页试一下。那我们用一个无痕窗口来测试一下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快捷回复，看有没有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即时聊天的话已经有了，我们点击一下它。那我们之前设置好的一个邮件营销，这里也会自动弹出来。我们试着在这里问一下它这个问题，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这个聊天的话，窗口的话就已经设置成功。那前期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先选择一个，前期的我们引流的话，建议大家先锁定我们的，比如说 TikTok、IG 或者说油管，我们选择一个平台，好好去坚持发布我们的内容。只要你持续发布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内容，一定可以吸引对你感兴趣的观众。把这一个免费的渠道流量先做好，那你不要给那些卖得好的大品牌比因为他们有钱有实力。如果你是大品牌的话，
你可以多个渠道找更多的网红，把推广费、把免费渠道各个的一些内容营销、付费推广全部的话一起来，让你属于人民币玩家的一种类型。小卖家的话，我们就先专注一个免费的渠道，总之先迈出我们的第一步再说，与后面遇到问题我们再可以沟通。本期用到的很多工具，那我都放在我这个 AI 有风这个网址导航里面。那你来到我的网站以后的话，你点击左边这个跨境电商，跨境电商以后它会跳转到相关的跨境电商这一栏。如果说你想找一些优管的一个工具，那我也在上面放了很多这里面的一些所有的工具都是我经常用到的一些工具我全部集中放在了这个网站里面来。还有一些比如说 AI 视频工具、设计素材、关于联盟营销、关于邮件营销所用的工具我都会放在里面。而且这里面的所有信息我还会持续的不断增加相信以后的话还会更丰富因为我本人的时间比较有限，可能网站的话我会慢慢优化点击右边这里个 more 你可以查看到全部的关于跨境电商的一些工具基本上本期用的所有的工具的话我都会放在这里面来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的一个投放。你需要注册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账号， TikTok 广告账号的一个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如果你还没有 TikTok 账号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注册一个。那打开这个链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开始。在开始之前的话，一定要确保先把你的一个 IP 地址的话换成一个美国。全局模式打开以后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注册了。我们第一个地方的话，我建议大家用邮箱进行注册就可以了，填入你的邮箱号。第二个的话，设置一下你的密码，把下面的话2个的话勾上，点击这里个注册。有时候需要进行验证一下。接下来的话，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一封电子邮件，你把验证码的话填进来就可以了。填进来以后，它会自动跳转到下一步。这里需要填入你的一个商业名字、网站地址这上面这些都无所谓，你可以随便填。这个地址的话，你可以不用填。在这里的行业的话，你可以选，比如说你做电商的，你可以选我做3C 数码的。你的地区的话，美国，我选这个 United States， 选美国 USA。币种的话，选 USD 就可以了。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那如果你没有美国电话号码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打开 Google。我们来搜索一个美国虚拟地址生成器，那一般就是第一个。这里我们把它这里面生成好的一个电话号码的话复制过来，把中间这个横杠给去掉，这里左下角这个打勾，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需要选择你的一个省份，刚才的话这里它已经给了我们的省份了，我们选这个 C 开头的 CO 差不多就这个地方，然后点击去到广告的一个管理平台这样的话我们的广告账户的话就已经建好了。界面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 English， 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中文简体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整个界面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中文的界面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 IP 的话换回你想要的一个 IP 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有美国的 IP 了。概览里面的话可以看到你这个账号的一些大概的数据。这里有个推广的话，这个推广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件的一个计划，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新件，可以来建立我们第一个广告计划。这里有个推广目标，我们可以来选一下。这里推广目标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品牌的认知，如果你是一个大品牌，你有非常多的预算的一个投入，让更多人知道你这个品牌，你可以选择这个，应该属于一个人民币玩家，想尽快的打开你的品牌知名度，那你可以选择第一个，覆盖一个更多的人群。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受众的意向，你的投放目标还可以改成一个访问量，还可以选择一个提高你视频的播放量，还有一个社区互动。这3个的话我觉得都比较鸡肋，一般用的都比较少，而且这里面来的人的话大概率都是不准的一些人群。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应该就是下面这个网站转换率。那如果你要推广 APP 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应用推广。线索收集的话，比如说你做的是保险，你做的是车险，那你可以选择必须要通过收集线索。最后一个就是商品销量，如果你有 TikTok 上面开了有你的一个小店，那你可以选择最后一个商品销量。因为我们今天推广的是我们的独立站，我们的 Shopify 平台，后面有个智能效果推广系列，这里的话我们就先不用开它，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下面的话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名称，假如说我卖的是一个手机壳测试期，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的预算都不会太大，那我们需要系统自动去探索，它系统学习需要点时间，
我们这里可以命个名。这里的话，你有没有特殊广告？比如说你们住房啊、就业、信贷没有，你就不用管它。这里有个通过的，这里可以创建一个拆分对比测试，我们这里也不需要，作为新手用不了。这里有推广系列预算优化，如果你这个系列里面有多条广告，哪一条广告比较好，可能 TikTok 的广告系统的话，就会把更多的广告预算加到那条广告上面。那今天因为我们只是一条广告，我们就直接设置下面就可以。日预算的话，我们可以设成$50，因为刚开始在初步测试的时候，这个钱不要花的太多，因为系统它学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我们需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测试。然后选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继续。这个上面的广告主名称你可以设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网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Shopify 店铺的话连接到我们的 TikTok 广告后台来。今天的话，我们主要演示是通过 Shopify 连接到我们的 TikTok 广告后台来。如果你是用 Wix 或者 WordPress 搭建的网店，同样也是没有问题，也可以连接到 TikTok 的广告后台来。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将我们的 Shopify 店铺连接到我们的 TikTok 的一个广告后台。那无论你是使用哪个平台，连接到 TikTok 的话都是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你的网站上嵌入一个小工具，就像是一个追踪器一样。这个工具的话就叫做 TikTok 的 Pixel， 就是有了这个工具以后的话，如果有人通过 TikTok 广告进入到你的网站，那我们就能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是不是把产品加入了购物车，还是直接下单呢？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调整我们的一些广告策略。因为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广告的点击率，重要的是成交了多少单，你的 ROI 是多少。接下来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 Shopify， 这里的话，我们大家应该用的非常多的话就是一个 TikTok， 我们也需要和 TikTok 上面打通一下数据，我们也需要在 TikTok 上面投放广告。等一下有空会重点的讲一下 TikTok 的一个广告，还有一个商业账户的一个，还有 TikTok 的一个广告账户的一个创建。首先的话，我们安装一个 TikTok 的一个 APP 到我们的 Shopify， 我们搜索 TikTok 就是第一个。那这里点击一个安装，这里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好，这里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设置，可以点击一个开始设置。那首先的话，这里需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后台，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连接，这里需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后台，想连接，好，这里点击一个连接。好，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创建，允许我们的 Shopify 去创建一个账号，我们点击这个。好，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一个连接，这里有个数据分享，我们也可以把它和刚才和我们 Facebook 是一样，数据分享的话选最后一个，就是最大化的一个数据分享。好，点击这个确认一下，点击完成设置。好，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就已经设置好了。把 Shopify 连接到我们 TikTok 广告以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我选择这里，点击一下它，这里就会显示我们刚刚连接好的一个店铺的名字。我们点击一下它，优化事件的话有查看内容、加入购物车、支付完成、增加支付信息、开始结账。那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这个支付完成，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广告的主要目的是要成交。如果说你在后面的话，你的广告预算花不了，那如果你的广告跑了今天跑不动，你到时候也可以再进来一下，把它改一下，改成这个加入购物车也可以。当你的系统跑得动以后，你再来改成一个支付完成也行。广告位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默认的话是自动广告位，那我们不需要自动，我们点击这个编辑广告位，我们只需要投放 TikTok 上面的一个广告就可以了，下面两个不需要，我们把下面两个勾去掉。那右边的话可以大概看到我们所覆盖的一个人群数量。再往下面，这里有个已保存的受众，这里的话不用管它。那等一下，如果我们这个建好以后，我们可以把它保存一个模板，下次的话直接调用这个模板，那就可以在这个已保存受众里面直接找得到。人群属性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你直接选择你的目标市场。假如说我这个只卖到美国，我就选美国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多个市场的话，我建议大家分开来建计划。假如说你还有在加拿大也有销售你的产品，那等一下你再建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地域，分开来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性别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根据你的实际产品来选择。不过的话，大概率的话，在网上消费的话，女性的群体的话，应该是比男性高，而且女性的整体转化率的话会高很多。那前期的话，你这里可以先不限，当你的投放一段时间，
有数据以后，那系统会告诉你你的一个性别的一个占比。如果说你的女性占比特别高，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男性的屏蔽掉就可以了。刚开始建的时候，我们把它全选吧。那后面的年龄的话，把这个未成年人13到17排除掉，后面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勾上。语言我们可以选择英语，因为我们投放的是美国，直接选英语就可以了。消费能力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消费能力。然后家庭收入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用管，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选了高消费能力。这里的话，它会给一个我们能覆盖多少人群。这里的话，它覆盖人群的话是3900万到4800万，差不多了。如果你的覆盖人群低于一个2000万，你的这个广告的话，大概率的话就是投不动。所以说前期的话，我们覆盖人群的话，一定要在3-4千万以上。这样的话，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你的广告才能消耗得动。这里有个受众，我们先不用管它。这里排除的话，刚开始投放的时候也不需要去管它。这里有行为和兴趣。刚开始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确实知道你这个是某一个行业，比如说你是做手机电脑的，你可以选一下。但是我建议大家的话，刚开始交给我们的系统去跑一下，因为有时候系统可能比你更了解。我建议大家刚开始的时候都交给系统先去跑一圈，跑完以后的话，我们得到数据以后再来返回来，再来优化这些信息。这里有个设备的话，比如说我卖的是手机壳，我卖的是苹果手机壳，那这里的话操作系统我们就可以选一下。如果说你没有特定的一个需求，这里面的话都可以不限就行了。这里面的所有的都可以不用管它。那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每日预算，假如说我设个$50，这里投放时间你可以设置一下，从今天开始，或者说你设定一个你只投放某个时间段，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在做活动，你可以只投某一个时间段。晚上的时候你不投呢，你可以把晚上去掉，你只投白天，你把后面的话白天的话给选中就可以了。半夜的话，其实现在半夜凌晨0点到2点，其实这个时间段也有很多人在刷手机，而且有时候这个时间段转换率还挺高，竞争还很小，大家的话也可以选上。出价优化这里转换目标，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转化，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选过了，我们直接用这个就行了。这里出价这个地方你可以选一个，就说你成交一单你愿意花多少美金，你这里可以填一个。那这里有个高级选项，那如果你不填的话，系统的话它就默认去跑。那这里有个建议出价，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建议出价的话就是19美金。那我建议大家的话，前期的话这里也可以先不用填它，后面等系统跑一段有数据以后，我们再来更改。因为前期如果你填的太高，可能2下就跑完了；你填的太低的话，可能你拿不到流量，那等2天都拿不到流量。那这里先不用填它，全部填好以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继续。那右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大概覆盖人群是多少。那后面右边的话有个大概的一个概览，点击一个继续，来到这上面，下一步这里有个智能创意，我建议的话前期大家先把它关掉，因为我们需要最好你自己来制作一些短视频，上传上去进行一下测试。素材名称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素材叫什么名字你可以设一下，方便你自己区分。这里有广告发布身份，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设置好以后呢，它会出现在右边。这里的话你也可以设置新的身份，那你的广告左下角要显示什么样的文字信息，就是这个的左下角。那这里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设置。推广对象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单个视频，或者说轮播的一个图片。那就我建议大家的话，最好用视频，因为视频的一个转换率的话，会比图片高很多。视频的话，我们可以从电脑上把我们已经制作好的一个视频素材的话上传进来。这里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个 AI 能帮上我们忙的一个小技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 ChatGPT 推出了它最新的一个版本，就是 GPT-4o。GPT-4o 它的能力的话，比之前的版本的话都会强大很多。建议大家一定要把 AI 这些工具利用起来，可以帮我们做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事情。那我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这段提示比较长，那我会把这段提示词放在我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直接可以复制拿过去用就可以了。我给他提示是这样的：你现在扮演一名拥有多年经验的 TikTok 短视频广告策划与短视频运营的一个专家。这句话的意思是，首先定义一下 GPT 的一个身份。那你给他定义身份以后，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去帮你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请帮我生成关于手机壳的一个视频脚本，大概要求如下。当然，你也可以帮我优化的更好。那我下面的话会给他一些脚本的一些要求，
等一下后面当他们帮我们生成好脚本以后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根据他的脚本来拍摄我们的一个视频比如说第一步开场白的我的要求是要吸引眼球，要有创意，不要太老套。那目标的话就是吸引观众，打破他们的浏览模式，通过大胆的声明或者独特的内容的话来吸引眼球。第二个呢，我希望我的广告里面可以讲一个简短的一些故事，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突出用户的一个痛点。第三个的话就是转换，详细介绍产品的功能，提出购买的一些建议，还有可以放上我们的一些优惠信息这下面的话就是 TikTok 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关于手机壳的一个视频脚本。那第一个开场白一个人手里拿着破旧的手机壳，皱着眉头看着手机，它的配音是不是厌倦了你的手机壳总是掉漆破裂？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GPT 的话帮我们把整个流程，帮我们把整个脚本还有用到的一些画面的话全部都生成出来了。那我们可以根据它上面给出我们的一些脚本，直接来拍摄视频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对上面的一个脚本不满意，你还可以告诉他再写一个，再写2个，再写10个都没有问题。那这里的话他又帮我们生成了一个方法的话，适合你自己来制作这个短视频如果说你不想自己来制作短视频，那你可以来到 Fiverr 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帮你来制作短视频的可以。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Fiverr 的话，它是一个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服务市场，它里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程序员帮你编程，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策划，找到一些视频的编辑视频拍摄，或者说一些写作、音乐编辑商务策划咨询等等等等你能想象的所有的服务，那在 Fiverr 上面的话都找得到。那我在上面随便搜索一个，我说一个产品视频的一个编辑我们来随便搜一下，它里面有非常多这种专业人士。你看这个光评论都有200多条，光评论这里108条，评分5颗星价格的话是多少这里都有我随便点个，这个卖的比较多，这个5颗星它的评论数的话都有1000。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提供了怎么样一个服务，然后他应该就是做这个广告策划或者说广告视频剪辑的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帮我们拍摄一些非常专业的视频。那我们就可以来 Fiverr 上面来找到他的视频的话，这右边的话它有显示着他提供服务的一个价格，比如说$150$250或者说$500他提供的服务不一样，收费的话价格的话可能有所不同。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贵呢，你可以换一个，这里有$30的销量也可以。他光评论数的话都有1400条。那20秒钟的视频里，20秒钟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广告视频$30。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可以来看一下他之前制作好的一些广告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他制作这种效果可以，那你可以来联系他，叫他帮你拍摄你的视频广告。当我们的视频制作好以后呢，我们直接可以点这里从电脑上传进来就可以了。这里下面有一个广告文案，广告文案如果你不会写，那你可以交给 GPT 叫他来帮你写一下。那我把这个提示发送给他，我说 TikTok 投放广告的一个广告文案。那你的手机壳需要升级了，看看这个，这就是他帮我们写的。或者说时尚与保护并存的手机壳，了解一下。你的手机壳强大吗？来看看我们的。大概的话就是这些，因为他写的是一个中文，你可以叫它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它这个，来到我们的 TikTok，粘贴到这后面就行了。那这个封面图我们可以来设置视频的视频封面，我们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手机壳的一个正面，我可以随便选一张，点击一个保存。这个就是我们手机壳的封面。那这左下角有我们的一些文案，它不能包含，还有我们的品牌信息，这里都有显示。行动引导文案的话，这里你可以选一个，也可以交给系统的话自动的来帮我们填也可以。这上面有很多，有一个创新的互动样式，那我们可以来立即制作一下。它这个互动样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很多模板。比如说你如果是做软件的话，那你可以在上面加上一些优惠信息，15%的一个优惠，或者说你可以加一个倒计时之类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往下面走，就填入我们要推广产品的一个链接，可以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把我们的产品链接的话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复制我们产品的链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右边的话有预览，你最好预览一下，看你设置的一个链接对不对。
确定我们这个链接是正确以后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这里有个免责声明，那你可以来增加一些。那通过部分行业它可能需要一些免责声明，可以降低你的法律风险。有必要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广告包含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有，那你可以把它勾上；没有的话，你不用管它。下面有个监测，这都不用管它。全部弄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我是有风，希望今天的分享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这个视频的话，我接近录制这个视频，我花了接近7-8个小时来录制，学习整理差不多花了大半个月，剪辑的话也差不多花了1个星期。希望有风的付出能对你有所帮助。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